你知道吗？要证明系统是否真实存在，有多少种办法？问搜索引擎，查实体资料，亦或者直接戳戳看？不，上面的方法都不是100%可信。云华医院到了，请从地铁左侧下车。我的信仰只有科学，我要用科学的方式证明，这个系统并不是我的幻觉。首先是肉体检查，血液检查是否是由食物中毒引起的幻觉， CT 检查脑部是否有器质性病变，眼部检查眼睛是否存在病变。看来肉体上一切正常，现在该回学校拿心理学测试的结果了。快看，是林然学长。林然学长上学期又是1等奖学金吧？长得这么帅，成绩还这么好，学长真的好帅耶！107、108，从校门口到这里，已经经过108个人了，基本上可以确定，只有我能看到他。只在小说和漫画中听说过的系统，居然真的出现在了我面前。难道是最近压力太大，心理出了问题？精神测试确实很有必要。专业的测试表之前已经填写完成，可以直接去查最后的测试结果了。谁啊？不知道现在是午休时。林学弟，你来了呀？学姐，又得麻烦你借我一下设备了。哎呀，小事一桩，林学弟不用太客气。咱们别站在门口了，来，请进，快请进。对了，林学弟，你的身体还好吧？挺好的。学姐，你这是怎么了？为什么突然这么问？我听说你上午去拍了 CT 跟核磁共振，我就是偶然间听说的。那个，我想写点东西，所以就去做了个检查。学姐，你看到 CT 的结果了吗？怎么样？挺好看的。不是，我的意思是挺好的，很年轻，很有活力，完全没有问题。哦，没问题就好。说人家脑子挺好看的，我是不是有什么毛病啊？千万别被当成怪人了。话说，就是这台机器吗？没错，就是它。这台机器装载了 SPSS 20.0统计软件，只要数据够，用我们做的插件就能做 DSM-4 精神分裂诊断。你要的 CQB、BDI、PDI 和 SERAS 的评定，全部正常。OK， 所有设置都已经给你调整好了。我还有点事，后面就看你自己的啦，小学弟。全部的心理学测试表都在这里了，只要按照学姐之前教我的步骤输入运算，就能判断出我的精神层面有没有问题了。你问我会不会有些小题大做？完全不会，交叉验证才是科学的正伪手段。话说回来，如果我的确没有病的话，那个新手大礼包里面究竟会是什么呢？达沃斯认知偏差评定的标准值是128.05加减26.5，在这个数值范围内的才算是正常，而我的是154，还好，差0.55才算是精神病。这么说来，我在精神上完全正常。那么，这个系统就是真的了。新手大礼包。是吗？就让我一探究竟。礼包传输中。这正在打开新手大礼包，大师级对接缝合法获得。就一个缝合法，是不是有点吝啬了？单纯间断缝合法、十字缝合法、表皮下缝合法、压挤缝合法、单纯连续缝合法、连续锁边缝合法、
对接缝合法共计6种，获得。种类再多，也就是一种缝合法而已。内翻缝合和张力缝合都要另学，你就不能给我点其他的，比如3090显卡？不能。为啥？医疗系统只传授医术。那么这个大师级又是什么意思？技术分级自低到高为入门、专精、大师和完美。大师是第3级。你的新手大礼包里只有缝合法？是的。只有缝合法？是的。没有3090？是的。经过我的图灵测试，这系统背后不像是做了个人。同样的问题，正常人即使不骂人，多数也会说些我已经说过了之类的话。会下棋吗？不会，问了这么多次不烦啊。只有机械的程式才会一直按部就班的回答。会下棋吗？不会。既然如此，那就来试试这大师级缝合法。双手似乎比以往更稳一些。专业课上讲过，竞争平和，确保针剂，才不会对皮肤造成新的创伤。这种感觉，好像针头与橡胶表皮触碰的瞬间，脑海中就闪过无数信息，并不需要考虑，手腕轻轻一旋，针就穿过去了，无比丝滑。完成，两针之间的间距完全相等，缝合也都偏向一边，花费的时间也是理想的完美时间。这只是大师级的缝合术吗？在这之上的完美级别又是什么样呢？还真是令人期待啊。之前也不是没来过，为啥今天就这么心潮澎湃呢？因为上次你是来做痔疮手术的呗，你说是吧，老林？有人来了。欢迎来到云华，同学们。实习第1天从练功房开始，接下来就看你们的表现了。云华的练功房肯定比我家的诊所好很多吧？今天由康医生来带你们，他可是咱们云华手术科的知名主刀，大家一定要认真听。做外科医生需要掌握的技能很多，今天我要给大家讲的是基础中的基础——缝合。缝合？缝合呢，你们在学校肯定也没少练。不过到了这里，还请大家忘掉之前过家家一样的书本知识。新进医生想上手术台，基本要求是从练功房出关。出关的标准就是完成10只小白鼠的尾部血管缝合。哇！每年都要经历一遍，看着他们兴奋的表情，竟然觉得这些小东西有点可爱了。断尾续接难到什么程度？把每年数百名省内其他医院过来的医生都算上，能完成断尾续接血流通过率95%要求的，一只手都能数过来。而你们实习生的1次通过率是0。真的假的？瞧不起人啊啊！不服气？好，有没有哪位同学愿意来打打我的脸？这缝合术啊，咱们都练了多久了？怎么就一定不行？是吧，老林？不一样，我们都是用香蕉柚子来练习的。那就这位同学吧。我吗？对。你太紧张了，放轻松，保持呼吸稳定，手稳住，进针，拖得越久，抖得就越厉害。进针呢，同学。我把血管戳断了。怎么样？缝合不是你们想的那么简单吧？白鼠尾部血管直径大约只有0.5毫米，果然不像缝香蕉柚子那么简单。还不服气？再来一个试试呗。就这位同学吧。好。这豆豆兄也太惨了吧！哎呀，哎，你说现在进去的这位仁兄能好一点，还是比他更惨？下一位同学开始之前，康医生会先给大家做一次示范，你们一定要仔细观察，掌握其中的诀窍。快看快看，老林已经换好衣服了。你能不能安静一会儿？万一影响到了人家发挥怎么办？康医生，我准备好了。练习断尾接续时，一般我们将白鼠尾部切成60到80段。今天情况特殊，就少切一点。
我先用最简单的缝合方式做个示范，你注意看，由外旋进，用腕臂力。拔针时要这样。白手的断尾续接，说白了就是血管吻合术，将断开的血管缝合起来。需要在细小的血管截面上缝合6到8针，从而保证血流通畅，不受阻碍又不渗漏。还要注意不能产生空腔和死腔。实习生就是实习生，眼睛在看哪里啊？觉得理论知识已经攒够，前辈的示范多此一举，对吧？这种满不在乎我上我也行的自傲，哼，马上就让你知道书本外的真实世界。实习生同学，我示范的这种缝一针打一个结的方式，名字你知道吧？单纯间断缝合，以前在学校最常用的就是这种。这样啊，练过就太好了。下面你来试试吧。示范这就结束了？还想再多看一会儿呢。那我开始了。也好，能在知名主刀医生面前做手术的机会，可不能错过。哼，下针算稳，手也不抖，看来的确练过。很好，针线没有任何阻碍感，像是顺着丝绸在滑行。针与镊子的配合，与心念的动向达到了同频。如果没记错，这次的速度超过了我以前最好的记录。现在持针前打结，血管竟没有丝毫的颤动，比在学校练习时好的太多了。你们快看，林然好像完成一个吻合点的缝合了。什么？这么快就完成了一个吻合点？这种缝合，就算是专门练过显微手术的医生，省内比我快的也没几个。他一个实习生，怎么可能？这小伙子的速度居然超过了康医生，真是不可思议。康医生，我做完了。真的做完了，干净利落，井然有序。不得不承认，确实缝得很好。没有牛人前辈指导，没有充沛的手术量，要练成这种水平绝无可能。难道你之前在哪家医院实习的？我就是偶尔在自家开的小诊所帮忙，叫下沟诊所。什么？你家的小诊所得多少根手指，才能养出这么夸张的缝合水平啊？哈哈，凌然同学是吧？缝合术掌握的相当不错。接下来轮转的时候，你想去哪个科室？你们刚才听到了吗？主任居然让林然自己选择轮转科室。还有这种好事啊？大部分医院对新人的要求都很苛刻，实习生制度如同中世纪的学徒制，许多硕士、博士、研究生都没有自主选择权的。轮转科室吗？新手任务：治疗病人。任务内容：为10名病人缝合伤口。任务奖励：间断垂直入式缝合专精。系统任务，奖励的这个缝合法倒是不错，常用并且实用。但是，能让我这种实习生快速参与病人治疗的地方，就只有急诊科。雷主任，我想去急诊科。啊，这还真是来了个不简单的家伙。林然，你起码选个手外科啊！我的天啊，这种机会你都抓不住啊！是啊，真的不再仔细考虑考虑啊！我已经考虑得十分清楚了，只有这里才有可能让我在10天内完成任务。你们几个实习生好好待在休息室里，没人叫你们，不许擅自离开，不许接触病人，也不允许回答病人和病人家属的问题，听懂了吧？李姐，又送人来了，要不要帮忙啊？我在这坐的屁股都快长毛了。行了行了，现在没你们的活，我去忙了，千万不要惹事啊！哎呀，怎么又没活啊？太难了！哎呀，好多人啊！他们也是实习生？他们是住院医师，恐怕都是来蹭手术的。蹭也是没办法的事儿，我巴不得人人健康呢。但这样我们手术量很难积累的。敌军还有5秒到达战场。如果抱着没有手术量也无所谓的态度，实习完了就准备去垃圾医院吧。保护我方设施。
情况？你们谁会缝合？我会，选我去。王护士，王美女，求给个机会啊！在下也愿意效劳。好好好，我看看啊。Oh my god， 是来教教这群人表情管理啊。还算有个正常的。仔细一看，他好高，好帅啊！不知道医术如何。红 buff 给我，谢谢。那个高个子的同学，你会缝合的吧？会的。那你跟我来。我的发，干嘛选他呀？是什么样的病人？一个40、50岁的大娘，摔倒之后被树枝戳穿了手掌。周医生，人我带来了。速度帮我清创，用0.9的氯化钠对洛河碘。麻醉剂拿来了吗？啊？拿了，2%的利多卡因。没问题。王家找过来的这个小伙子看起来很是认真嘛，不错不错。打麻醉药的动作看似简单，实际打对位置却不易。如果伤到神经，后果可能非常严重。重洗。你伤口上沾的东西比较多，我们多清洗2轮再缝合，别着急哈。不着急，不着急。周医生看起来很好说话，好不容易从休息室出来，又遇到一个好说话的医生，此时不提要求更待何时？系统的任务还挂着呢，这次如果能完美完成，说不定能得到更有用的奖励。周医生，缝合可以让我来完成吗？行吧。哎呀，年轻人不容易啊，能帮一把是一把。这种小手术啊，只要做好了清创，按部就班的操作，一般出不了什么岔子。更何况，我就在身边，有问题随时都能问。趁这机会，赶紧你也休息一会儿吧。周医生，已经缝好了，你看看怎么样？缝好了，这么快啊！哎呦，这小伙子可别为了秀速度乱缝啊！赶紧看看，万一……这简直太完美了吧！哎呀，我在急诊室这么多年，见过的外科快手也不少啊。传说中突发主动脉破裂2分钟缝合的神人也是有的，但他这速度也太夸张了。小伙子，你到底是……好耀眼呐！难道他是某个地方医院的高手来云环东京交流的？周医生，你有空吗？三厂来了个病人，他……破医院总算来人了，老子血都快流光了。哎呀，伤得很严重啊！你们快腾出地方来，不然我怎么操作啊？哇，跟着周医生，说不定今天还能有机会。给你腾好了，弄不好你也别想好。哎呀，这伤挺麻烦的呀，这帮人又很难对付的样子。刚好外院高手想来炫技，就给他一个难的吧。小玲啊，缝合，要不你来？啊，好好，果然，跟着周医生可真好。患者，麻烦向侧面转一下，这样好缝一点。换了个愣头青来是几个意思？告诉你，老子去过的医院可多了去了。今天我这口子要是缝得不好，你们都别想好过。请不要乱动，会影响伤口缝合后的美观程度。哼，玲，您什么您？别整这些虚头巴脑的。真要是弄不好，你叫爷都没用。慢着，喂，你那是什么表情？看得我很不爽，你知道吗？你的伤口已经缝好了。啊，缝好了？这才过了多久？你开什么玩笑呢？稍等一下，别给我得寸进尺啊，你小子！在学校练习缝合时，最怕看见同学将橡胶皮给缝出凸点。虽然不怎么影响伤口愈合，但这样的缝合一点都不美型。好了没啊？很好，完全没有凸点，挺完美的。你看一下吧。哼，要是弄不好，你们就死定了。哎呀，
在病患说话间完成伤口缝合，病患丝毫没有察觉。这么犀利的操作，我还是头一次见到。如此高难度的缝合技术，用在一个光秃秃的脑袋上，实在是有些浪费啊！缝的比砍的时候还快，缝的又好，对的又齐。这位医生，给张名片吧。以后我和兄弟们有事都来找你。我没有名片，你先坐下，还没有包扎呢。缝得这么好，还包什么扎？小子，我很认可你。我受伤的时候会再来找你的。兄弟们，走，跟我砍回去！砍回去！砍回去！好在进度有积累上，照这个速度做下去，任务很快就能完成了。都跟你说了，你如果想蹭手术的话，跟着我是没什么用的。别啊，王护士，王美女，你看这边伤患这么多，我完全可以给周医生搭把手啊。周医生已经被赶走，不是，去休息了。那些人点名要林医生帮他们处理伤口。啥？都来看急诊了，还要挑医生？人家就是要挑，你能怎么办？林医生，真不好意思，又要拜托你了。我这兄弟的伤有点麻烦，也只有你才能帮到他了。听闻李医生医术超群，其实我这伤口问题倒不大，只是想请你保住我这个雄鹿纹身。这是鹿？现在看着的确是不太像，因为这是洗了之后的样子。以前这里的鹿角被一个白痴医生给缝偏了，只能洗成了独角兽。林医生到底是谁啊？现在伤口比较大，肌肉组织都翻起来了，如果不注意，缝合后纹身图案很可能又会走形。是啊，我不想再去洗和改了。林医生，拜托你帮我保住这个纹身吧。没事，兄弟，我不嫌弃你。好的，我知道了。那就交给您了。啊，你不是那个实习生吗？你谁啊？没看到林医生正在做手术吗？嚷嚷什么？对不起啊。马上就好了。哇，林医生果然名不虚传啊！这根本就看不出来缝过嘛！我的雄鹿保住了！这家伙可真夸张，怎么可能看不出缝合痕迹呢？是你眼瞎了吧？何况以一个实习生的手法，等等，这缝过的部分居然跟画上去的一样。林医生，你缝的也太好了吧？这是怎么练出来的？新手礼包送的。新手礼包？糟糕，好像说错话了。林医生可真幽默，咱们之前见过，你和那群实习生一起来的，我还以为你也是个实习生呢。其实你是在医学院里兼职的吧？叫我林然就可以了，我的确就是个实习生。哇，真不错。注意力太集中，差点说漏嘴了。很好，只差5个了，今天1天应该就可以完成。果然很顺利，1个下午就完成了。奖励的尖端垂直入式缝合，主要是用来缝合松弛的皮肤切口的，泌尿科用的比较多。好想赶紧尝试一下新技能啊！突然对实习生活充满了期待。回来了。你的白大褂呢？怎么穿的还跟个学生似的？你呀，可得尽快有个医生的样子才行，最起码把执业医师资格证考出来，挂咱家诊所嘛。哦，好。爸这么说，应该是那熊医生又涨价了。哦呦，你是不知道啊，咱家诊所坐诊的熊医生又涨了50块每个月，你可得好好实习，争取有一天能够继承家业。果然是这样。儿子都去云华医院实习了，结果还是要回来继承家业吗？哼，扯那些有的没的干嘛？儿子，快来喝妈给你泡的茶。老林啊，儿子实习第1天，你不先关心关心儿子累不累？哎呀，我这不是在给儿子兜底吗？万一找不到工作，回来继承家业也一样的，谁让他老爹我不懂医术呢？医生，医生！怎么了？这里有医生在吗？求您赶紧救救我老板吧，他的手。老杨的手咋了？被完全砍断了吗？不会吧？难道是要截肢？
刀从案板上落下去，脑子懵了，伸手就去接，血流的有点多，你看怎么止一下？哎呀，你说说你，都削了多少年面了，怎么还这么糊涂？哎呦，伤势太重，赶紧叫辆车送大医院去吧。我堂堂下沟诊所，遇到意外割伤的病人，第一时间想到的竟然是转院，属实是有点宋医生，我来帮你吧。新手任务：小试身手。任务内容：医治杨中树的手，并获得满意的疗效。任务奖励：获得初级宝箱1只。获得满意的疗效，看来得得到病人的认同才行。小玲这不才毕业刚实习1天吗？帮什么忙？不过老杨一直流血也不是办法，得先简单处理处理。娟子，快出来帮忙！让让，来了来了，熊医生，有啥需要俺帮忙？帮我拿下双氧水。OK。我想帮你简单处理一下，消消毒哈。持针器，无指念，有指念，腕剪、指剪、组织剪、血管钳、步经钳，很好。手术道具齐全，足够完成让病人满意的疗效。啊？怎么还洗上手了？这孩子难道打算自己动刀？那个小然啊，咱们给患者做一个简单的消毒和止血就可以了。他这刀割伤，轻创是简单，但伤处比较深，很可能已经伤到肌腱了。最好啊，还是去云华医院看。只是手掌割伤，没有斩断，不算太重，我来接手吧。说的也是，抱着大出血的伤口颠簸10几公里去云华，说不定更危险。令然，咱们还是以稳妥为主哈。清创以后再打麻药，不宜2次感染，会有些疼，你忍着点。娟子姐，麻烦给我拿2%的利多卡因，稀释到1%。另外，多准备一点双氧水和洛和碘。拿来了。令然，我说咱们还是……快看，开始缝断手了。嘘，别瞎说，人家老杨的手没有断。肌腱斩断会影响手部功能，若是缝合不好，以后握持无力，有可能再也无法做精细的工作了。肌腱缝合在急诊科或许算个挑战，但对于手外科来说，就只是普通业务。如果把杨老板送到医院，可能会得到较为理想的缝合，也有可能只得到平均水平的医疗服务。而我就算没有系统，平日里成百上千次的训练也不是白费的。我相信自己的技术，可以在最大程度上降低负面激励。缝好了。这简直太完美了！普通医学院的实习生毕业到医院做2年培训生，再做2年的住院医，说不定都不能独立做这样的缝合。云大医学院这么牛吗？现在给你包扎，记住，伤口不要见水，还得按时换药。啊，这么简单就弄好了，缝的没问题吧？好好好，儿子，你这个水平够资格来咱家诊所坐诊了。没空，我还得实习呢。能帮忙省点薪水也好吗？不行，薪水1毛钱都不能少。爸，你没事吧？这么重的伤，怎么能在这小诊所里缝合？手废了可是一辈子的事啊！胡子，你不要着急，人家已经缝好了，没事了。怎么不急？爸，你靠手吃饭的，要是恢复不了正常功能，他们等着养你一辈子吧。手术很顺利，你可以带他去医院检查，只要术后注意活动复健，恢复正常功能的概率很高。就是说，还有恢复不了的可能喽。恢复不了的可能性确实存在，但是几率很低嘛。你爸爸的伤呢，说重不重，说轻不轻，我们有能力处理就处理了，总不能一直看着他流血吧。小杨，你不要着急，不放心就带你爸去医院检查一下，查好了没问题，再来我们这边结医药费，行吗？正话反话都被你说了，我还能说什么？我现在就带我爸去大医院做检查。
看有没有什么补救的办法。没出问题就算了，要是出了问题，系统没有变化，看来要等他们做完了检查，才算是完成任务了。敢让刚毕业的实习生做这种手术，这破诊所，哼！爸，要是一会检查结果出来你这事有问题，我跟那林然没完。林然，看来这里就是下钩诊所了。谁呀？医生刚刚下班了，急诊的话要去医院。啊？你有什么病啊？你才有病呢！我找林然，他是住在这里吗？别乱想啊！喏，林然缝好了我哥的伤口，我哥说送条鱼感谢他，现在能叫他出来了吧？啊！实习第1天就能上手术台了，真不愧是我儿子！儿子，有个姑娘过来找你。爸，你好吵啊！又怎么了？他说他是替他哥来的。你哥是谁啊？我哥叫卢海山，身上纹了只雄鹿。今天白天你帮他缝合过伤口。哦，是他啊。你们平时吃三文鱼吗？我来帮你们处理吧。儿子，哪里认识的漂亮姑娘呀？我不认识她。哼，跟妈还不说实话。好了，尝尝看怎么样？比我们自己在超市买的要鲜甜很多，好吃。云华最好的三文鱼货源在我们家，其他地方的肯定没我们家的新鲜。阿姨，您也尝尝。哎呀，谢谢。怎么样，味道好吗？哎呀，好吃好吃。我来做您儿媳妇怎么样？天天给您做好吃的。这小姑娘也太直率了吧！开个玩笑，阿姨您别紧张，我还没准备好嫁人呢。这样啊？对了，我们正准备吃饭，要不你也留下来对付一口？老林，我们复查回来了。啊，老杨，医生是怎么说的？没啥问题吧？哎呀，这么重的伤怎么能在小诊所里缝合呢？如下啊，听名字难道是日本人开的？啊，这种程度的缝合，真的是小诊所里的大夫做的？人家说我这手恢复功能完全没问题，多亏林然缝得好。胡子之前闹腾的厉害，我就想特地过来道个歉。有过节哦，算不上。要是有得罪你的人就说，我和我哥在云华还是有些手段的。你们可别做违法犯罪的事啊！不是你想象的那样啊，合法手段都是合法手段。你们不是要道歉吗？快点呀！谁呀你？胡子，把东西拿出来。妙手回春，好，算是对林然最好的褒奖了。以后谁要是觉得林然年轻，就给他看看这个。送锦旗是个好事，咱们应该开开心心、热热闹闹的，就不说道歉不道歉的话了。啊，老婆又想干嘛？老林，去周老头家里拿2挂鞭炮来，挂锦旗没响动有什么意思？嘿，好。新手任务小试身手完成，医治杨忠树的手，并获得了满意的疗效，获得初级宝箱1只。看来这宝箱和系统一样，只有我能看到。精力药剂，服用后可将精力恢复到100%。没想到奖励中还包含真实的物品。敌方正在大杀特杀。今天真的很闲呐！闲得蛋疼。呸！
医院这破地方很邪门的，一收钱准要忙起来。新手任务：治疗病人，1天内完成多次治疗，每完成10次治疗，奖励初级宝箱1只。还真来活了。照理来说，10次还是很容易完成的，只可惜今天太闲了。紧急情况，住院医们赶紧跟我来，林然也是。成交工厂发生重大事故，初步估计是锅炉爆炸造成的。现在有很多伤者已经在路上了，马上就会到达。凌然，一会儿你跟紧我，听指挥做事。明白。来了，快上去帮忙！这名患者情况很严重，需要安排抢救。快，送请救室！第2车也送抢救室。周医生，后面那车什么情况？啊，还好，只是眉骨撕裂。送处置室吧。周医生，交给你了。凌然，我们走。清创完毕，缝合就交给你了。我准备好了，开始缝合。林医生，别把力气都用完了，后面还有很多车病人。今天是到云华以来急诊室最忙碌的一天，竟然还会来救护车。放心吧，我没问题。不嫌累不怕忙，林医生果然和那些装模作样的男人不一样。周医生，新的病人送来了。又来了，保守估计还会有5、6个。之后普通病人应该是不会再送了。重症又距离近的，估计还是会分过来。不过再来的话，我们也要忙不过来了吧？这么说来，要是出现忙不过来的情况，我处理好了分配给我们的病人之后，是不是可以去帮助别人？光是送来的病人就得忙死了，结束后不想着休息，而是去帮助别人。凌然这小子可真不错呀，主动帮忙的话，没有人会拦着。那我们就加快速度。好。我说的是凌然，不包括你。你老老实实的跟着我吧。很严重了，整条腿连续10几个伤口，深浅不一，得分别用不同的方法处理。较长处的伤口用单纯间断缝合，浅表性伤口用单纯连续缝合，张力大的伤口用10字缝合，膝盖下方的伤口用连续锁边缝合。OK， 缝合完成。凌然这小子技术丰富，选择正确，还真是老天爷赏饭吃啊！医生啊，您表情怎么这么严肃？莫不是缝的有问题？放心吧，缝的相当好。医生，您的表情转换的也太快了，我怎么感觉不太对劲儿呢？你多虑了，还是让你自己亲眼看看吧。那个王佳，你过来给这位病患的缝合拍下照啊！不瞒你说，这照片以后啊都可以拿给实习生做教学了。哎，真的，缝的有那么好，太棒了！那是自然，我们这位林医生的技术可是相当的出类拔萃。凌然，你这边忙完了吧？那一床也交给你了啊。好的。对了，缝合好那一床后，我是不是就可以去随便缝其他人了？你千万不要自己去找人啊，要通过护士叫。为什么？如果你直接在人群里挑人来做缝合，你猜其他群众会不会直接把你围住啊？原来如此，工厂爆炸是严重的公共安全事件，病患们今天不一定能在较短的时间内得到治疗，而且马上数倍于病患数量的家属们就会赶到，医生在人群中将疲于应付心急如焚的病患家属们，反而会减慢治疗病人的速度。凌然啊，你就坐着别跑了。王佳，一会儿你去叫病人。一会儿点人，你有什么要求？最好是只需要单纯缝合的，比如意外伤导致的组织撕裂之类。另外，尽可能选择可以快速处理的伤者。这个标准好，不急功近利。林医生，新的患者来了。好的，交给我吧。完成。连续2次都拿到了精力药剂，仅任务难度来说是很低的，不知道这是不是新手期的福利。凌然，
你又忙完了是吧？哎，来这里，我已经把杂活做完了，缝合就交给你了。是。凌然可是我们急诊科的缝合能手，比我做的都好，你就放心享受吧啊！咱能享受个别的吗？还有啊，那位医生这么年轻，是不是真的能行啊？只要不是脑袋直接被砍了，任何部位的缝合我都行。新手任务再次完成。任务奖励能重复呢？急诊室可不是每天都能这么忙的。今天占尽天时地利人和，这么好的机会可不能浪费。不仅系统奖励要多拿，更要努力去积攒手术量。主任和副主任医师们都去处理危重病人了，滞留了大量的病人给小医生们，但拥堵问题终究是要解决的。接下来如果没有更多的重病号送过来，主任和副主任医师以及大量的资深主治配套的住院医就该陆陆续续的出来了。也就是说，留给我的时间只有几个小时了。想完成更多次数的任务，需要找人帮忙。哎，周医生，我能否找人来帮忙？你还需要人帮忙？做什么？林医生，你也喝口水吧。啊，谢谢。刚才周医生你清创包扎，我缝合，我俩的配合就比我们分别单独做全程的速度要快。我想了一下，如果再把工序细分，找一人来清创，一个人包扎，我只负责缝合。如果能进行这样的分工合作，速度就可以达到最快。嘿，你小子啊，想让我帮你来清创啊？哦，周医生您愿意帮忙当然是最好的。其实我只是想喊几个实习生来帮忙。我懂了，我懂了。那你想给机会的是男同学还是女同学啊？啊？都可以。要不还是叫我室友来吧。今天病人确实多了点，外面空着的也只有实习生了。叫他们帮忙也行，但得提前向所在科室的带队医生说明一下啊。明白。老凌，不愧是兄弟，够意思啊！哎，你老实说，不会是给医生送礼了吧？花了多少钱？我来出好了。没有花钱，没有送礼。再说送礼有用吗？别整那些不良风气。说正经的，现在需要一个清创，一个包扎，你们自己选吧。我负责包扎吧，清创太恶心了。哼，老凌好不容易把我们弄出来，这次我不挑。那不多说了，咱们一起拿下这条缝合流水线。林医生，又有一名新患者来了。病人请先来这边做下清创吧。王佳，麻烦你继续去叫别的病人。好的。这位病人，你可以去找那边的医生了。老凌，到你了。你的伤不是很重，先别动，马上就好。大医院就是大医院，感觉好专业呀。缝合完成，可以包扎了。不错，包扎也是又快又好。我这环节不管是效率还是质量，都不会比你差的。切，很顺利，和我设想的一模一样。接下来就看王家那边叫病人的速度了。嘿，凌然这小子，缝合流水线，真亏他想得出来啊！林医生。王佳，怎么了？大家不要急，医生是在这边，这边。大家？是的，这些病人都要拜托林医生了。既然如此，趁着主任、副主任医师、资深主治与配套住院医们都不在的这段时间，我们就将轻伤病人们一扫而光。果然啊，林医生任何时候都与别的医生不一样。哎呀，还有多少病人？剩下的全都是内科病人了。啊，这样啊，还想和老凌一起鏖战300回合呢？啊，我也 OK 的，只要有需要的话。话说林医生，你们还不下班吗？还差2个才能凑够40，先休息一会儿，再缝2个就回去。哎，老凌，一会儿要是有机会，让我也上手缝2针呗。身体是革命的本钱，你们几个都忙活半天了，赶紧去吃点东西吧啊！周医生，一起啊？我就不了啊，主任们都还没下班呢，你们自己去吧。不是吧，老凌又要放毒啊？大学几年了，你们又不是第一次见我妈的风格。哇哦，林哥哥竟然能上小的几个菜啊！别贫嘴了，又不是不让你们吃。喂，林然，
是我，卢金玲。金玲？卢金玲加罗海山等于皮开肉绽的伤口乘以2，等于系统进度达成40。喂，你大哥又受伤了吗？我大哥没受伤。那是你哥弄伤别人了？也没有。不会是你受伤了吧？林然他在关心我，是我们有人受伤了，稍后我再联系你。郝冲，我记得你说今晚有人去砸皮狗子的夜场来着。是啊，咋啦？金玲姐，皮狗子和咱们井水不犯河水，你想看热闹就看啊，千万别掺和啊！我才不掺和呢，主要是他们到底准不准时啊？放心，出来混的最讲信用，说几点就是几点。你看啊，马上。哼，疼死我了！哎呦啊！阿冲，你看到了没？那个，还有那个，把那几个受伤比较轻的都给我拉走。啥？他还只是一名实习生，应该处理不了太重的伤情。我真是体贴呢。这是林然，我给你带了一车的患者，你看够不够？林哥哥又来了这么多呀，让我也缝2个呗。你们谁啊？别在这捣乱了！林然，不够的话，我再拉一车过来。一天10几个小时下来，他们都累坏了。如果不是2小时前喝下的精力药剂，估计我现在也和他们差不多了。这东西的效果还真不错。我现在完全是睡了个好觉再早起的状态，还能继续做下去。这都第几个了？至少50个了吧？电子病历里有更新报告的。一直没睡啊？年轻人可真有体。哎，等等，他还有空写报告？人家实力摆在那儿，不然一个实习生怎么会有其他人打下手呢？那你们怎么不去帮忙啊？哎，主任来了。不是我们不帮忙，是伤者们都指定要林然处理啊。咦，这里是医院，又不是洗脚城，简直是胡来！开始缝合了，你别动哈。缝了50个，哼，外科手术最忌贪多求快。虽然这是第52名患者，但有精力药剂的加持，我没问题。动作还算准确，况且我如此近距离的施加压力，他还能心无旁骛，将节奏置于自己的掌控之中，不错。那么各个环节的应对如何呢？局麻位置、创口的清理、皮缘对齐，不错。很标准的间断缝合术，但病人是不会按照教科书上的规定来受伤的。医生想照猫画虎似的做一条教科书式的缝线，几乎不可能。林然这小子连续缝合了10几个小时，居然还能做到如此标准。缝合完成。霍主任，您什么时候来的？这小子，周医生。在。你检查一下林然的手术记录，要是没问题的话，林然，明天早点来，让你跟1天手术。好的。啊，实习生都能跟霍主任1天手术，这和买彩票中500万有什么区别？羡慕啊！1级技能书可将一项基础技能提升至完美等级。完美级是超越了大师级的最高状态，那会是什么水平？作为云华市最好的大型3甲医院之一，里面只有个位数的医生缝合技术能称得上是大师级，整个云华市估计也不会有几个人能够有这种水平。那么就将缝合术提升至完美级了？不，缝合术只能从大师到完美，不如提升别的技术，一下子从最基础到完美，这样才能效率最大化。就这么愉快的决定了。看来现在只能选择基础外科。这都是外科的基本操作。不过理论上，一名外科医生学好这6大基本操作，就算得上是外科名医了。我目前最需要的项目，大概是止血吧，和新手大礼包不同，只能在这4个项目中选择一样。在急诊科能立即用得上的就是这个了。
徒手止血已提升至完美级。拇指和食指做整指平压，以指尖的压力平衡，达到压迫止血的目的。对，就是这个感觉。不过，一天一夜的缝合下来，还是稍微有点困了。时间差不多了。霍主任来了，那么先从巡房开始吧。小玲，这位是你的病人，你来介绍一下情况吧。是，患者女性，19岁，既往体健，本次因自楼梯上摔下造成肘部撕裂，从而进行清创缝合，伤口撕裂面积偏大，用粗线的话，留的疤痕会很明显，可能影响患者日后的生活。我选用的是直径0.15毫米的0号线，其张力强度足够，只要避免活动，保证伤口不崩裂，就不用太过担心。考虑伤疤可以，但是产生伤疤的原因有很多，但从这个角度出发，选择0号线并不可取。那大夫，我女儿的胳膊是有什么问题吗？哎，病人家属莫慌。林然，你讲讲更具体的考量吧。我采取的是间断缝合，只要注意好进针的角度和深度，打结的部位在缝合后会呈隆起状态，这样在疤痕形成前就可以起到缓冲作用。而且患者有皮肤缺损的情况，打结不能太紧，要避免伤口周围的血循环变差，从而导致愈合延迟。之后只要注意拆线，就能最大程度上减少疤痕组织的增生。哇，说得好。林医生，好有安全感。都听明白了吧？明白了。明白了就好，但谁都不准学。你们大家听明白了就行，但是谁都不准学。主任，您这是什么意思啊？遮掩伤疤的方法有很多很多，但作为手外科的医生，你们需要优先考量的，应当是如何安全又快速地完成治疗。可我并不想留下伤疤。我这么说，并不代表林然的做法就是错的。他的那些道理与考量之所以可以执行，是因为他艺高人胆大。其他水平不够的，就别想多了。先把伤口给我缝好，都听明白了吗？听明白了。林然，赶紧帮病人换药吧。是。还不赶紧向人家道谢？谢谢林医生。不用这么客气的。新成就，病人的衷心感谢，奖励初级宝箱。居然还有成就系统，不知道这次的宝箱又会奖励什么好东西。我要给你上药了，可能会稍微有一点痛感哈。OK， 换好药了，接下来的几天一定要注意伤口不能见水，最后只要按时拆线，疤痕就会很浅。好，医生，等到拆线的时候能在其他地方进行吗？其实家里离这里的距离还挺远的。拆线在任何地方都可以，只要是正规的医院。可我拆线的时候也想来找医生你。找我当然也可以啊，只是到时候我不一定当班。没关系，我会一直等到你上班的。拆线可不能等，可以略微提前，但是绝不能延迟，明白了吗？我们明白了，我们一定会按时拆线，一定会的。好了，留观室处理完了，接下来是抢救室。是。心率稳定，呼吸正常，各项指标也在逐渐恢复，很好。下一个，头部的损伤比较严重，有待观察。下一个，你需要多补充营养和能量，及时观察皮肤情况。下一个。怎么了？怎么了？这是？医生，快来呀！情况有些差，需要马上进行抢救。小张、小邹，赶紧把除产仪给拿来。来了。建立静脉通路，准备输液。是。无菌丹已备好，除产仪已备好。药都拿齐了吗？拿齐了。林然，如果是你的话，会怎么用药？先用肾上腺素以及利多卡因静推，然后嘛，葡萄糖注射液和利多卡因静点，
要别搞错了，先用肾上腺素，然后是利多卡因颈推。不好，病人心跳停止了。快，赶紧把除产仪给打开。5%的葡萄糖液，还有250毫克的利多卡因静铁，快！如此标准的抢救程序，真不愧是经历过抢救一线磨练的医生。血压恢复正常指数，心电图也稳定下来了。还好。你的选择很正确。说说看，为何要用利多卡因？因为利多卡因具有很强的抗心率失常效果，一般是这类情况的首选。不错，还有呢？还有，我记得准备考试的那时候应该背过，应该是，还有抗菌活性以及脑保护的作用。抢救中采用利多卡因，还要考虑它能够预防炎症反应。平时有看文献吗？文献吗？很少。回去以后每天至少2篇文献。接下来跟我去那边吧。没问题。抢救室的情况果然不一般，2个小时下来我就头昏脑胀的了。如果还要继续巡查，就得服用精力药剂了。霍主任这个年纪，精神居然比我还要好，完全看不出来疲态。主任级别果然都是很强的医生。林然啊，你看这。抢救室准备，车祸病人，5分钟后就到。什么？你们几个跟我去接车。是。让一让。霍主任，这名病人是车祸受的伤，腹部有20厘米的开放性伤口。病人的部分肠管、大网膜外露，有活动性出血，已经用无菌敷料保护肠管了。这个出血量，快点！在这边已经准备好了。左侧3至12肋骨错位明显，心率105，出血严重，要马上进行输血。现在就抽筋脉血，稽查血糖规、肾功能、血型电解质，输血前4项以及凝血功能。建第2静脉通路500毫升林格试液，奥美拉唑针10毫升，生理盐水10毫升，一路进推。你继续抢救吧，我先去跟病人的家属谈谈。是。林然，你跟着我。在急诊室工作，医术之外最重要的就是处理好与病人以及病人家属的关系。现在一口气跟你说太多，估计你也记不住。等会儿你先不要说话，多看多记就可以了。是。医生，我丈夫他怎么样了？还在抢救中，我是主管医生，需要向你问几个问题。病人他有没有肝病或者其他慢性病？有酒精肝，我老公是做销售的，有3高的问题。就这些，没有其他的了？没有，我们每年都去体检，有问题肯定会知道的。那有没有乙肝等问题？没有。其他传染病呢？我们需要全面掌握病人的情况。这些都没有。主任的询问是固定程式，知道病人有做定期体检，那慢性病过敏症就很容易知道，反而是传染病，往往容易被当事人隐藏，得问仔细些才行。病人失血较多，需要给他输血，你这边签了输血同意书，去那边交钱就可以了。这边请，我带您去。你以后一定也得记得，必须先让病人家属签署同意书。明白。那听了我刚才和病人之间的谈话，你有没有什么感悟？学习了谈话节奏，还有就是态度一定要坚决。没错，这一点非常重要，不能给病人家属不必要的幻想。是。霍主任，您总算回来了。病人的情况怎么样了？血完全止不住。你先冷静一下，仔细说说你都用了些什么。击注了利之血，用了冰盐水和去甲肾上腺素，加急申请了同型的红细胞和血浆，还用了多巴胺针，目前已经输液1400毫升了。准备紧急手术，开腹探查，增加补液量。现在就要开腹检查吗？目前还不能确认出血点是否在腹中。不好，病人休克了。借点地方。急诊室接触患者多，平时用酒精凝胶擦擦手，自然风干就行了，不然你洗手次数太多，手很容易掉皮的。等一下要干什么？准备上手术。什么手术？不会是那台吧？那种手术能跑跑腿都算不错了，怎么可能上得了手术？大家知道霍主任很看重你，可就算再看重，
也不可能让你在病危病人身上失手啊！想什么呢？小玲她刚开始实习，这种事情以后自然就懂了。周医生，那小子不被霍主任赶出来都不错了，失血性休克，都马上要开腹检查了，他个愣头青还硬往上瞎凑，装什么大？我勒个去！你鬼叫什么呢？急诊室里别大呼小！我勒个去！林然，你疯了吗？你到底在干嘛？竟然在没有输赢的情况下直接操作，还是徒手！天哪，这是谋杀现场吗？林然，你赶紧给我松手！松手！没问题的，我没问题的。完美级徒手止血开始。患者肝包膜下出血，位置不好，很难缝合。不快点止住的话，失血量就太大了。出血点找到了，四肢虚握固定住肝脏，小指用来压迫出血点，这些肯定是没问题的。剩下的就交给时间了。这家伙是在用徒手止血法，但是血真的止住了吗？病人现在情况如何？血真的止住了。好家伙，但能做到这种程度的人，连军队医院里都极其少见。他一个实习生。主任，接下来按什么程序走？徒手止血只是暂时控制住了大出血，接下来还是要进行手术的。当然，姿势保持好，别碰到病人的其他器官。咱们火速拿下这台手术。李然，保持好姿势，别碰到病人的其他脏器。是，没想到我的第一次手术室经历，竟然是以医疗附属物的形式存在的。好累啊，手都麻了。患者的生命指征已经平稳了。李然，你是怎么知道出血点在肝包膜的？患者出血量大，腹部基本暴露，但又没有血胸等问题。于是我注意观察到了血涌的情况，没想到获得完美级的徒手止血法后，还因此增加了相应的肌肉记忆和相关的知识储备。不仅手法，连知识储备以及应变能力都已经是顶级医生的水平了。之前只是觉得林然这家伙还不错，没想到竟是个天才。这些你是从哪里学的？我是在自家诊所里学的。自家诊所？哦，叫下沟诊所。哦，是离咱们医院不远的下沟巷里的社区诊所吗？那里经常往咱们急诊科送病人来着，没发现有你这种技术的。我是跟坐堂医生学的，想不到主任居然知道我家的小诊所。一个小诊所里居然有这么厉害的坐堂医生，你学了多久？1个月左右吧。仅仅1个月就能学会这种级别的徒手止血？这种技能学习主要得看天赋，其实也没什么难的。啊？肝脏的状态很不错。主任缝得完美，患者运气也好，这一下应该不会影响功能了。不仅如此，之前徒手止血的手法也很重要。但是手法再好，也必须按照规定来操作，明白了吗？这才对嘛！主任，您就得让这小子好好学学规矩。是，只要符合操作流程的规定，都必须遵循。啥意思？只愿意遵守技术流程，那行政流程呢？听这话好像是不打算遵循了。一般来说，用手捏肝脏很容易把肝脏伤到，搞出肝胆科的并发症。你刚才的手法挺讲究，血运很畅通，用的是指腹吗？我手伸进去的时候位置不是很好，所以用的是小拇指第2节的指腹内侧。然后呢？用全手包住肝脏吗？不是，我是用指节虚控住，防止脏器偏移，降低对肝脏的2次伤害。这样啊，虚握，解决脏器偏移的问题，最大程度降低2次伤害。而小拇指的灵活与否，是过去100年来困扰外科医生的大问题。到了我这把年纪，这手法估计很难学会了。这小子既然是个人才，不妨再多教点吧。李然，一会儿你来观复，没问题吧？好的。刚来的实习生，第一次进手术室就负责观复。我第一次观复可是在正式工作快1年的时候啊！现在还能回想起自己战战兢兢的蠢样和周围同事的不爽。可这小子为什么能保持这种冷静又不蠢，甚至还有点帅的样子？清点2遍完成，所有纱布都在了。开始观复吧。是。持针前。这里。首先需要缝合的是最底层的腹膜，
这里不用考虑美观的问题。接下来是复制肌前鞘，最后要缝合的是皮下和皮肤。第一次观缝，不可能一点瑕疵和纰漏都没有。大家都是从错误中过来的，在手术室中挨骂才能成长。等等，这，OK， 关复完成。我的天，这真是刚毕业的实习生啊！什么从错误中过来，什么挨骂才能成长？哎，还真是有开挂的人存在啊！你说啥？啊，我说小林他做的挺好的。他就是少了点经验，你有空多带带他。主任放心，交给我好了。还有我的，他哪里像没经验的？等等，主任，这台手术可是无数页徒手止血，用的还是小拇指内侧第2节指腹。对呀，出了手术室，完全可以写一篇论文投 SCI。哎，可惜林然还是个实习生，不懂这些，根本体现不出手术的价值。林然，你会写论文吗？论文吗？林然，你会写论文吗？论文？任务完成1篇论文，任务奖励终极宝箱。又是终极宝箱，上个终极宝箱一开，可就是完美级的徒手止血术啊！比起只开出过精力药剂的初级宝箱，终极宝箱的奖励真是好太多了。更何况论文本来就是要写的，现在省去了找病例的步骤，还能多得一个终极宝箱，压根就不需要多想。好，写，我写。我是问你会不会，不是问你写不写。不过这回答我懂了，就是不会嘛。虽然我挺想教你的，不过现在我的确是空不出来时间帮你做这些基础补习。周医生，你是林然的代教老师，这事儿你自己看着办吧。好。林然啊，霍主任让你写论文，是答应给你第1作者了。主任提到的是无数腋下徒手局部压迫止血进行肝脏缝合，大概就是这个方向。哇，这么硬的主题呀！你小子的运气是真的好啊！哎，你还没回答我的问题呢。第1作者的事儿，咱俩谁跟谁呀？就别在我面前装懵懂无知了啊！你小子还真的是啥也不知道啊！哎呀，听我跟你讲哈，咱们云华是省属医院，所以咱们急诊科的主任一向都是昌西省医学会的常务委员，也是中华医学会急诊医学分会的委员。这么说吧，霍主任就是咱们云华市急诊学的头牌，是省内急诊界响当当的红人，身份和地位啊举足轻重。他要你写的论文，你这个论文80%就算是已经发出去了。如果还能拿到第1作者的署名，你明白我的意思了吧？明白。霍主任是头牌，急诊界的大红人。其实你不说我也能猜到的。哎呀，你这小子脑子里只有做手术吗？哎呀，算了，论文的事你自己先回去好好想想吧。怎么了吗？没什么。来了，林然。霍主任。还好没找我。这是昨天的记录，你稍后检查一下。好的。林然呐，虽然不得不承认你有2把刷子，但现在大家对你除了佩服，更多的是害怕呀。无数野徒手止血什么的，你的技术的确已经强得夸张，但现在都是首诊负责制，你一个实习生再厉害也是有限的。万一你失败了呢？一旦真的发生，我们没有任何人能够担得起你自作主张的后果。所以林然呐，在你没有改掉恃才傲物、不懂规矩的习惯之前，我们还是各走各的道吧。对了，今天抢救室谁带林然？看来他们今天都没什么空，林然就继续跟着我吧。好。马上下班了，最后再来看下病人的术后情况吧。林医生，林医生，谢谢您救了我们教练。是啊，我们真的没想到。
好好的人突然就被车给撞了，真是……嘘，不要激动，声音小一点，让他好好静养。还有，你们教练不能算是我救的，是我们霍主任主的刀。您就别谦虚了，视频我们都看了，要不是您当时果断跳上去给他止血，我们教练说不定已经……视频？什么视频？看样子林医生还没看过自己救人的那个视频吧？你看，患者是肝包膜下出血。林然姿势保持好，别碰到病人的其他脏器。真的是太感谢林医生您了。你们是在哪里看到的视频？聊天群、社交圈、论坛也有，现在基本上全网都已经传疯了，到处都在议论您。您现在可是网红医生啊！而且林医生长得也贼帅，简直是网红本王，不像我们几个臭打游戏的。对于一个有追求的男人，如果恭维话里只有长得帅这么一个单薄的点，会让人尴尬的。这傻子，看我来化解尴尬。对了，林医生，我们几个是云巅俱乐部的，就是云华市组建的那个电竞俱乐部。哦，那你们玩王者荣誉？您还别说，我们俱乐部今年主攻的就是王者荣誉。林医生你也玩吧？有空会打2把。那太好了，咱加个好友，改天带你上分。王者不敢说，钻石什么的轻轻松松，只要你有空。我现在就有，等我2分钟。医生不能在病房里玩游戏，我得先回休息室。我加你们吧。好啊，本来只是想意思下而已，想不到林医生这么积极。对了，林医生现在是什么段位啊？倔强青铜3。友方正在大杀特杀。哦，好强啊！咱们分工合作带好林医生啊，别让他玩的尽兴。为了教练，用了。5连胜，快白赢了！啊，愉快愉快。接下来该办正事了。医生好帅啊！这个医生我可以啊！我死了，心碎成渣渣，医生快来缝合我的心吧！啊，这个长瓶是在没有输液的情况下徒手止血可能吗？据我所知，全国范围内能做到的外科医生都屈指可数。视频里的年轻医生的行为简直荒唐至极。这个评论者好像还是个实名认证的大 V 齐振海。从规模和名气上来说，云华医院虽然是省内的佼佼者，但省立医院也不容小觑，里面的专家在圈内影响力极强。原来霍主任让我写论文不仅仅是想要投 SCI， 在医学共同体中，论文是介绍自己并防御攻击的有力武器，论文就是外科医生的武器。既然如此，这篇论文是刻不容缓了。林然，这边。不好意思啊，林然。怎么了？这是你吧？是你小子吧？你都从哪儿学来的？你知不知道现在网上有多火？你到底……老王，你够了啊！今天我可没空陪你闲聊。你就跟人家说说嘛。不陪你耗了，我先回喽。大纲这么快就写好了？你昨天熬夜了？写论文也不能影响工作。哦，没问题，不会影响的。哼，年轻人就是好，熬完夜还能来工作。哎，主任，那今天还要给林然排班吗？你真当一晚不睡没关系啊？明天再给他排个班，让他长长见识。嘿，你看主任多疼你啊，怕你连熬2天受不了。得嘞，明天继续报道哈。说回这篇大纲，写的还可以，考虑的很周全。林然自己加的这一小节，不仅为操作提供了正当性，还提高了文档的格调。哎呦，难得主任表扬人呢，也让我来观摩观摩呗。哎，不错嘛，这么快就有进展了。但是林然啊，你这论文是以主任主导的手术为案例的，应该把主任也加上吧。赵医生想挂名吗？哎，我无所谓的，我就是觉得主任是案例的主刀医生，这小子当着这么多人的面就不能委婉点啊。论文都还没写出来呢，用不着急着讨论这些。
咱们科光市新来的林然，一个劲儿的冲可不够啊！小赵还有老周，瞧你们都懒成什么样了！下个月也给我交一篇大纲上来。这都能带上我啊？行了，赶紧收拾好东西，准备查房。是。这是你缝的？哦，患者28岁，在建筑工地被钢筋戳伤，我负责的清创缝合。有什么感觉啊？没感觉啊，医生，我是该有感觉还是该没感觉啊？没感觉是好事，这个部位受伤，在局麻之后会有腰部无力、腰肢酸软的情况出现。你没感觉，说明清创和缝合做得好，是好事啊。太好了，谢谢医生，谢谢。这是第2次获得衷心感谢成就。仔细想来，这2例都是经过霍主任认证的，果然得跟着主任多多学习才行。反正其他人看不到，直接打开看看吧。打开宝箱。啊，这次不是精力药剂，这是专门用来缝合肌腱的技术。屈肌腱的缝合，在手外科的手术中是最困难的一种。加上之前的技能，这是要我去手外科吗？真是有趣。林然，哦，在。今天人手不够，等会儿你还是跟着周医生进抢救室吧。林然跟着好啊，我也能轻松点儿。有出血案例，不太严重的都可以交给林然，但是不能再有上次徒手那种私自行动了。哦，是呢，他那样的确是个问题啊。霍主任，论文我已经写完了，您再看看吧。论文可以慢慢写，不用急于一时。因为写得顺利，就一鼓作气完成了。可不要小看论文啊，再小的论文都是需要认真写的。比之前的版本更完善了。有意思。主任说有意思，就是相当好啊！啊，又出了一篇好文章啊！杜医生，你可是咱们科室的论文能手啊，小林还是很有悟性的，你帮着看看吧。嗨，我就是运气好，看霍主任您说的。哦，这怎么样？看来林然在徒手止血方面是真有心得，就是行为有些粗糙，英文的摘要也不太符合学术期刊的规范。行文乏善可陈，撰写的语言往好里说是朴素，往差里说是粗鄙，很多地方都可以大书特书。不过这干货满满的技术理论，还真是让人羡慕嫉妒恨啊！行文确实是要改一下，英文的摘要也得调整。林然，你想往哪里发表？哦，没想过呢。没想过？那现在可以开始想了。小黄，帮林然问一下现代危重病急救医学的编辑，他们的版面费比较高，好像要5、6千，到时候写个申请单位填咱们医院，费用由科室报销。原来主任你都帮我安排好了啊，我还想啥呀？林然，你和小黄去改论文谈发表吧。杜医生，前几天工厂爆炸的烧伤病人，不是说要做个院外会诊？你记得通知医政科，把省立的齐正海也加进来。齐正海，那个省立医院的专家，跟霍主任最不对付的齐正海。现在网上到处都在评论林然徒手止血一事，那些所谓的专家很少能客观评价，大部分都在质疑，其实也是情有可原。但这个齐正海就离谱，他是直接骂，还骂得最凶。当时的主刀医生是我，估计啊，齐正海是想借着林然来对付我吧。哼，这次可得跟他好好算算账。刚说什么时候做一次立案讨论呢，就接到你们的电话了。我把本院的案子也拿过来了，一起看看吧。好啊，先去会议室吧。哼，一起看看，怕不是想炫耀吧？一会儿看你还能不能像现在这样轻松。哦，既然大家都到了，那就赶紧开始吧。等一下，陆海总院的刘主任还没来呢。什么？要3堂会审？看来案子不小啊！啊？
什么三方会谈？不要这么上纲上线嘛！刘主任，您来了。不好意思啊，来晚了。来，这边坐。火从军葫芦里到底卖的什么药？既然人齐了，那咱们就正式开始吧。情况就是这样，2位危重病人的烧伤面积比较大，但基本都控制住了。没有重症，那岂不是没有我发挥的余地了？烧伤面积80%的病人不能掉以轻心，得随时有人跟着。已经安排杜医生全权负责这个案子了。哪位杜医生？是我。这位呀。但以我的经验来看，年纪太大的医生是跟不动的。老刘说话还真是不留面子。工厂爆炸是全市关注的焦点，最好找个年轻的主治，值上1个月的班，看能不能把2个病人都救活。刘主任考虑得很全面，我们之后会安排的。就这些病例了吧？那没事，我就先回去了。别这样。来一趟不容易，我们再说个医案。患者是肝包膜下出血。这是徒手止血。是那个案子，血止住了。哎呀，怎么这就没了？好好的素材怎么拍得稀碎？这是病房里的患者拿手机拍的，想要素材以后还可以再拍。林然，在，把你的论文拿给刘主任他们看看。徒手止血又不是巫术，我们还想好好推广一下呢。请。没错。他就是之前我在网上批评的那个网红医生。凭什么一名冒失的医生可以当网红？就凭脸吗？看我马上找出一堆漏洞来。齐医生，你不是想知道无数野的情况下徒手止血可不可能吗？今天这篇论文有没有给你解释清楚？霍主任是什么意思啊？这条评论是你发的吧？现在你倒是告诉我一下。可能还是不可能？你是想给你的实习生出头啊？不，咱们今天是院外会诊，会诊就是相互学习，解决问题。而你，就是今天最大的问题。什么？我这辈子最烦的就是你这种仗着行政职务压人的。林然是实习生，你是主任医师，你就一定有本事指点他。你懂徒手止血吗？没本事还敢妄加断言！霍主任，你不要不分青红皂白！你还有脸跟我提青红皂白？放年轻的时候，我打你个鼻青脸肿！打人可是不对的呀！有争执也等大家看完论文再说嘛。徒手止血我没说不行，但让实习生做徒手止血，说轻一点是医疗事故，说重了，你们可是草菅人命。哼，扣帽子谁不会啊？实习生就不能做徒手止血了？视频我看了，当时做开腹探查也来得及。看了视频你就敢说？切，就你这个判断力，我看连实习生都不如。我和实习生没什么好比的。我看你是比不上，我是用不着比。那个，要不让论文作者自己来说一说？对。林然，你来说。也好。好的，我就问2个问题。第一，你当时决定徒手止血的时候有几成把握？第二，有没有考虑过失败的后果？当时的情况，无论我有没有把握，都必须得采取措施。我也清楚的知道，失败会引发严重的肝衰、胆瘘、消化道出血或破裂，甚至直接导致病人死亡。既然知道会有这么严重的后果，你还冒失的上去徒手止血？没错。你知道你在说什么吗？这等于承认你有医疗事故。可实际上并没有事故发生啊。什么？能顺利救回病人，就说明我当时的判断并不存在问题。这个实习生竟然敢顶嘴！说得好，明明就没有事故发生。切！可
可恶，不能被这两人牵着鼻子走，要冷静。有了，林然啊，看你年纪轻轻的，技术又好，你有没有想过，如果这次失败了，可能会断送自己的大好前程？想过。想过你还去做？难道有人命令你非做不可？这个齐振海挖坑手段倒是挺狠啊。当时的情况，只有给病人做徒手止血，才有可能挽救性命。瞻前顾后，只会白白浪费掉机会，这是最基本的医疗判断。你，好，好，好，现在的年轻人还是有自己的思考嘛。程序固然重要，但最根本的还是判断好怎样才更有可能救回病人，这才是咱们的根子嘛。若是为了程序合规，反而放弃掉最佳医疗方案，那就本末倒置了。对对对，我就是这个意思。当时如果做开腹探查，运气好是能够找到出血点，但如果运气不好呢，那病人能不能活下来都很悬了。你得搞明白什么是真正的最佳方案，光是墨守成规才容易草菅人命。可恶，都来围攻我是吧？不把厂子找回来，以后还怎么混？环顾医疗程序，你连医生都做不成，一次医疗事故就能终结一个医生的职业生涯。没有人会不先为自己的前途考虑的。不对，在我看来，医生就像人体内的细胞，应该尽可能的发挥作用，帮助人的身体进行物质运输、能量转换、细胞消化与防御等等。但是，如果有细胞只是为了长久的生存下去，而失去了原本的功能，那这样的细胞就会成为害群的癌细胞。这小子是在影射我！说的太好了！老而不死是为贼，想做不倒翁的都不是什么好东西。如果光想着怎么往上爬，倒不如趁早转去做行政的好。今天就到此为止吧，我下午还有会要开。你要走的话，我就不送了。不过齐医生，有一点要记得做哦。什么？你发的那条评论，给我删干净了。哼，霍从军，下次咱们再一决高下。那如果没有什么别的问题的话，就散会吧。会诊结束，霍主任和刘主任出去吃饭了，咱们也去吧。哦，林然，你跟我来。我怕你在办公室里说错话，你要是留在里面，肯定有人问东问西的。虽然你已经说错不少了，哼，我有说错话吗？医疗程序之类的话要少说，轮不到咱们。医患关系之类的，私下里讨论可以，但没事也别提，都敏感啊。哦，以后千万要注意哈。行了，准备准备今晚的值班吧。好的。啊，下班，回家抓帕鲁喽！哎，今儿不是我值班，先撤了哈。这可是我的第一次值班，还有点小期待呢。注意事项就刚才那些啊，还有什么其他问题吗？睡觉用的被褥怎么办？护士给病房换床单被罩的时候会一起换掉的。其实急诊科夜班基本没什么机会睡觉，晚上的急诊病人还是蛮多的，起码得周医生这个级别才有可能睡个好觉。哦，我能不能睡个囫囵觉，还不是得看你们，一线搞不定的才找二线。再不济，要真是麻烦到三线呢，无论哪位主任或副主任出马来了，肯定都要骂人。可不嘛，平时不骂人的主任，晚上来了都要骂人的。不想这种情况发生，还有最重要的一点，林然你不许独立操作，必须要其他医生授权给你做，你才能做。哦，明白。林医生，今天你值班呀？哦，请多关照。林医生，坐这里吧。哎，好。来，喝热水。多谢。林医生的皮肤好好啊，哎，是怎么保养的呀？我妈给配的洗面奶和肥皂，面霜也是她给拿的。哇，
林医生的妈妈懂保养，真好啊！林妈妈好时尚啊，看起来我婆婆似乎挺好相处的样子。什么你婆婆？明明是我婆婆。林医生不用一直守在这里，有病人来的话，我们会通知你的。那刘观事呢？那边也有值班护士看着，这会儿没什么病人，你可以先睡一觉。你对哪些症状感兴趣啊？出现了可以留给你。手部肌腱损伤吧，如果有的话，正好可以试试刚得到的汤缝合法。那我就先过去了，到时候麻烦叫我一下。哎，好的。今天的值班可真让人期待呢，说不定有机会亲眼见证林医生的英姿。虽然我们有7个人值班，但夜里真遇到什么突发事件的话，还是有够忙活的。抓紧时间休息一下吧，养精蓄锐。我这是睡了一夜，没有任何挑战。我的第一次值班，白期待了。我回来了，还是儿子带财啊！看今天家里生意不错吧？这么多人，最近又有流感了？什么流感呢？是街坊们认咱们家的技术好，有些住上沟的都专程到咱家来看病的。爸，上沟和下沟是连着的啊。对了，那个叫卢金玲的女孩子，昨天又送来一条大鱼，你妈给编了顶遮阳帽做回礼，她喜欢的不行啊。喂，林然，你怎么不在医院啊？哦，昨天值班，今天休息。我刚刚又带了一车病人给你送急诊室了，可是你不在。一车？从小到大送儿子礼物的女同学不少啊，送病人的还真是头回听说啊。那现在到底怎么办嘛，林然？慢着，一车病人。肥水不流外人田，自家就是开诊所的，病人哪有往别人送的道理呀？手机给我，我来说。哦，小卢啊，你的病人都是什么类型的呀？哎，病人来了，别玩了。哦，爸，哦不，林叔叔，路上有点堵车，所以稍微晚了会儿，在打游戏啊。不着急，不差那几分钟，这么远的路开过来，他们都没事。哎呦，慢点啊，哥。啊，已经过来了，先回车上去。车上的时候一直催，现在又不急了。大姐，你到底闹哪样啊？臭小子，林然的游戏还没打完呢。怎么能让病人等呢？你替我打完这把吧。啊，可是我不太会这个。没关系，我也经常输的。为了林然，就算不会玩，也绝不能轻易认输。啊，等等，我是不是忽略了什么重要的事？这可是林然的手机，现在就在我手里啊！我岂不是可以骑出去看？手已经控制不住了。熊医生，你帮有淤青的病人处理一下吧。哦，好。其他的病人一个个来吧。那个，听说医生给陆武王缝过他的鹿角。卢金玲他哥吗？对，是我缝的。我的这个伤口能不能请医生把它缝成那种看起来深不可测的大伤疤，大概4指宽，1掌长。一般人都希望尽可能的减少疤痕，你这是？我希望用这个大伤疤让自己看起来更 man 一点啊！哦，原来背后还有这样的深意。可以了。对，就是这种感觉。谢谢医生，缝得太到位了。获得成就，病人的衷心感谢，奖励初级宝箱。啊，这还是第一次在没有主任的情况下获得病人感谢成就。姐，这已经是第3车了。好，前一车的人大部分都开始输液了。
小茹，你都是从哪儿拉来的病人？这是刚打完架啊？是在 KTV 喝醉了的。林然不会把我当成不正经的人吧？到我了，医生。你是要缝肩吧？对，但我有个姐妹之前贪便宜用了一般的线，留下了好难看的疤痕。我肩膀经常露在外面，肯定不能留疤，要用细一点的线才行。医院常用的就是这种0号线，已经很细了，再细的线没那么好控制，说不定缝到一半就得重新换线。这好像就是一般的线吧？不行，我要更细更细的那种线。这再细的线根本没办法缝啊！没问题，患者的一切要求我们都会尽量满足。目前最细的线，娟子姐，就给我5杠0的长线吧。小然，你可不要逞能啊！放心吧，熊医生，无论是5杠0或6杠0，甚至10杠0的线，在我这里都没什么区别。哇，缝的真的超赞，一点都看不出来。我让我那些姐妹们以后都来这儿缝。哎呀，老顾客带新顾客，很快诊所的人流量就能起来。到时候再请1名兼职医生，林然上班期间诊所也能正常营业，成本又不会太高。到时候不管是报纸头条还是新闻报道，下沟诊所都将威名远扬。日进斗金的日子指日可待喽！林然，你可算来了，赵医生都快急死了。怎么了？难道有什么突发情况发生吗？有个很严重的车祸病人，目前只有2个昨天值班的住院医跟你。赵医生让你赶紧换好衣服去1号手术室担任医助。明白了，跟赵医生说下，我马上就过去。病人还有意识，瞳孔反射正常，脊柱、腹部、四肢严重受创，怀疑有腹内出血。实验室那边查血，做 X 线，超声准备 ，CT 也推过来。心内心外的人到了吗？再催下普外和骨科，还有手外，让他们来了就赶紧进来。病人这样是没法转诊的，所有手术都在这里做。我准备剪开腿部的止血带了。患者的情况虽然复杂，但如果单独只看每一处的伤口，也没有想象中那么困难。用完美级徒手止血，病人不会有生命危险。季总，世界上徒手止血最强的人是谁？全世界徒手止血技术最强的人是亚当勒夫·戴维斯。完美级徒手止血还有分级，他能做到什么程度？完美级内不再分级。亚当勒夫·戴维斯开创性的徒手止血法技术被评定为传奇级，所以是世界第一。竟然还有传奇级？那我的徒手止血排名是多少？城西竟然还有一个徒手止血更强的。林然这状态不对啊，怎么走起神了？刚才不还跟打了鸡血一样吗？林然，想什么呢？要剪止血带了。纱布压迫，快！来了。少用纱布压迫，纱布呢？你手在干什么？赵医生，血止住了。忘了，这小子是会徒手止血的。技术再好，也不能手术中开小差啊！还有，我下达什么指令的时候，你照做就好，别搞得这么吓人。赵医生是主刀，我作为医助，应该跟着他的节奏来。虽然徒手止血也是一样的效果，但遵照主刀的指示，总归是没错的。配合的真不错，没想到就连手转个方向，林然都能猜到我的想法。虽然不喜欢这小子，但有他辅助，伤口缝合快。病人血压、心跳稳定，手术做得顺到极点。整条胳膊给你来缝吧，能做到吗？没问题。组织检。怎么感觉护士给林然递器械的速度比给我的速度快啊？纱布、线剪、环剪、连环剪。一般医生谁会这样干啊？都是要什么器械一伸手或者自己拿。配合好的护士一眼就知道医生下一步要什么。镊子，再来纱布，血管钳。有齿镊、显微眼镜。显微眼镜？慢着，林然，你要显微眼镜做什么？病人手部撕裂，需要血管吻合并肌腱缝合。谁让你做缝合肌腱的？肌腱是交给手外做的，别在我眼皮子底下惹麻烦啊！停下，快给我停下！
可赵医生，你刚才不是说整条胳膊都交给我来缝吗？我是说胳膊包括手吗？不包括吗？当然不包括，我只是让你对几个创口做处理，不是让你连手部肌腱都给缝了。你给我停下！可我已经开始做了，创口伤我都处理好了，几个渗血的伤口暂时不用缝合，手部肌腱缝合我会尽快做好，不会耽搁时间。你不是怕耽搁时间吗？我是怕你搞出医疗事故。胳膊上的伤缝的好坏都没太大关系，手部肌腱可不一样。病人要是丧失了什么手部功能，那可就麻烦大了。听明白了吗？赶紧给我停手！不行，我正在用汤法缝合，做到一半停下来，病人的肌腱损伤就彻底不可避免了。汤法？这小子是在鄙视我吗？用汤法缝合？谁允许你用汤法缝合了？患者2区的屈肌腱断裂，正好是汤法缝合的好球区，为什么不能用？你，人的手部屈肌腱共分为5大区域，2区指的是第2指节到手掌前端的部分，最为复杂，别名无人区，意为无人能在这个部位肌腱损伤的早期治疗时得到良好的效果。直到江苏南通大学的汤锦波教授开创了汤法缝合，才算解决了这个问题。我在练功房的自我测试中，用专精的技术来缝，都能达到70-80%的优良率，更何况是用大师级的汤法缝合，这绝对是当下最好的选择。上级医生对下级医生的强大控制力，不仅建立在职级上，还建立在技术水平和责任之上。下级医生犯错，上级医生能够指出并纠正，那下级医生就只能乖乖听话。而现在，我无法接受林然的操作，也就是说，我已经失去了对这台手术的控制。既然赵医生没有更好的建议，那我就继续手术了。王护士，给我皮肤拉钩、钳子还有镊子。怎么感觉林医生似乎变成主刀医生了？立刻请霍主任到手术室来。是。我的妈呀！里面怎么那么吵？发生什么事了？我说，你会汤法缝合吗？不会啊，怎么突然问起这个来了？里面正在用汤法缝合呢。什么？不可能，绝对不可能！我们潘主任全而必进修了呀，哪有人还能做那个？你们手外科只有潘主任会做汤法缝合？是的，只有潘主任会。那里面这是？按照普通人的想法，医生应当博采众长，学习多种方案，而现实中的医生们要练习一种新技术的成本相当之高，很少有人会去学习多种并行的技术。虽然他们会了解多种方案，但只会集中全力主攻一种。而在云华的手外科，擅长并经常使用汤法缝合的只有潘副主任1位医生。你快进去看看吧，以后咱们云华就不只有潘主任能做汤法喽。啊，真的假的呀？张医生，什么情况？主任，林然未经允许就超范围的进行手术，还不听劝阻。糟了，林医生这下麻烦了。林然，赵医生所说的情况属实吗？是的。承认的这么果断，看是你严重性了。哼，林然，这下你可有得受了。你既然知道这是违规的，为什么还要1意孤行继续手术？汤法缝合的话，中途停止会对病人造成不可逆的损伤。但我在进行肌腱缝合之前，并不知道这是违规的。什么？我说主任，这家伙滑头的很，你可千万别信了他的鬼话。林然，你小子在主任面前竟然还敢诡辩，顶撞我就算了，难道你已经嚣张到连主任都不放在眼里了？林然，在手术室里，主刀是绝对的权威，你不仅要依照主刀医生的要求来进行操作，而且你的操作，尤其是非常规操作，都必须提前告知主刀医生，并得到允许，明白吗？明白。主任的教育虽迟但到，这才对吗？得狠狠地给这小子一顿下马威。主任继续。这次暂且先继续，以后再进行手术的时候，你知道该怎么办了吗？干脆直接让我来做主刀医生。林医生，你这回答是认真的吗？不过是进行了一次手术时担任医助，下次就想做主刀？臭小子，你要我的位置往哪儿摆？还不狠狠教训你一下，你是分不清个大小王了。喂，你是手外科对吧？哦，对。帮我个忙，
你现在赶紧去把你们科的锦溪主任给叫过来，快！好，帮我个忙，你现在赶紧去把你们科的锦溪主任给叫过来，快！好。你们锦溪主任平时也不做汤法缝合吧？被听到了。是的，汤法缝合是潘主任的专长，景主任平时不做的。王佳，也给我个眼镜。好。眼下最重要的是，林然的手术究竟做得怎么样了？虽然我也没做过手外科的术式，但是对于肌腱缝合还是不陌生的。边缘对得很整齐，缝合也很牢固，周围的损伤也都不大，最起码我霍从军是挑不出毛病的。应该没什么问题。林然，你继续做吧。好的。不是啊，霍主任，你还让他继续啊？不然呢？要不换你来？汤法缝合中途停止会对病人造成什么样的损伤？你又不是不知道。咱俩都不会的情况下，除了让林然继续，还能怎样？只要霍主任愿意背责任，病人变成什么样都与我无关。帮我拿下组织锏。时针前还有执念。霍主任，等林然做完，剩下的交给手外吧。我的人能做，为什么还要让他们手外的来？差点忘了，霍主任可是国内最先鼓吹大急诊的医生啊！他的核心观点就是急诊科得规模化和专业化。以药养医的年代，外科部门做手术没有钱赚，急诊科还能抢点手术来做。省里医改后，手术费用提高了近10倍，外科医生们都抢着上手术，急诊科再想做点好的手术就没那么容易了。虽说林然在这件事上让人感到不适，但他能轻松做完血管吻合术，缝合的位置选得很讲究，也准确地绕开了血管和神经丛。虽然很不甘心，但不得不承认，这小子的技术确实没得说。急诊科有人能熟练地操作汤法缝合这种术式，霍主任是绝不可能放弃的。现在手术室里的人太多了，其他科室的先到外面等一会儿。没得看喽。真是可惜，难得有这么好的机会现场观摩汤法缝合。下巴抬一下是仰，抬2下是打招呼，抬3下就是……我明白了，霍主任，我这就出去。好了，现在就剩咱们科室自己的人了，开个临时的小会吧。林然，我得批评你一下。对，主任就该狠狠地批他，技术再好也得批。我看你最近2次私自行动，罔顾纪律，后果有多严重，你知道吗？别不服气，如果是别的医院、别的医生，要公事公办地处理你。别说你档案上的污点了，就是毕业证你都有可能拿不到。主任，你简直说出了我的心声啊！总而言之，你这2次违规操作必须要引以为戒。现在你还处于实习期，但就你的严重错误来说，惩罚还是要有的。认可吗？认可。实习生抢主刀，处罚要来了吧？我会给医教科说明，延长你在急诊科的实习时间。你的总实习时间要比别人长，有意见吗？没有。好，那咱们接着说第2件事。刚刚不是说严重错误要惩罚吗？延长实习期算啥呀？小丑竟是我自己，知道吗？咱们急诊科前3个月送到手外科的屈肌腱损伤患者，差不多有30个左右，相当于每3天就会有1例屈肌腱受损的病人。这个数字已经不小了。主任的意思是，林然，你还想不想再做汤法缝合？林然，你还想不想再做汤法缝合？想，肯定想，但是真的可以吗？如果这个手术做得好，在有主治医生授权的情况下就可以再做。屈肌腱损伤的手术可大可小，做一段时间的话，应该能积累出不少的病例。对呀，主任的话一下子让我茅塞顿开。之前一直在意主不主刀的事，竟然忘了这是我手底下的病人，正在接受手指无人区的
汤法缝合，哪怕是在仁华医院全院来看，也是很高级的手术了。如果霍主任说的是真的，我们急诊科每个月做10例汤法缝合，到时候年终总结里加一句，积极开展了新的诊疗方式，全年完成汤法缝合120余例，创造了全国急诊医学界的新纪录。这事儿要是真的搞成了，老婆，名牌包包随便挑，别给你老公我省钱，咱不差钱。老公你真棒！哎，小子，到底能不能成，就看你的技术了，千万得好好缝啊！血管钳全部完成了，这就好了。检查了没？可别松懈出岔子啊！让我看看。赵医生真的很严格，我自己也得更严格的检查才行。行了，我觉得可以了。大家辛苦了，好好休息一下吧。太好了，手术圆满成功。得抓紧去趟手腕，把王海洋副主任找过来会诊会诊。他这一关要是能过，后面的事情推进起来就名正言顺了。正想找你呢，王主任，想麻烦你跑一趟。霍二胖，你殷勤的让人很不习惯呢。啊，没想到你还有求人的时候。说吧，什么事儿啊？想请你去会个诊，等事情办完，晚上别急着回去哈。咱们去喝。别介，你这说的我都心虚了啊！行了，也别会议室了，直接上病房看吧。好。嚯，看起来是留观室，实际却是病房，就是为了捡我们手外的漏吧？啊，还好来的是我，要是让金主任或潘主任看到了，能让你给气得笑出来。你们手外还有留在急诊科的病人呢，这些病人我还不能收治了，总不能都让你们先挑了吧？一般急诊科抢救或简单处置后，要将病人转到其他科室。但其他科室会考虑治疗难度和经济条件等因素，很多病人因而滞留在急诊科，这种情况叫做为其他科室挡雷。这位作为雷的病人，此刻却变成了砝码。就是这位病人吧？是的，患者42岁，男性，车祸，头颅 CT 阴性，颈椎和四肢不同程度骨折，腹腔内有出血，一期手术进行了3个小时。左手屈肌腱损伤，并进行了汤法缝合。这些背景因素与我无关，霍二炮专门请我过来，十有八九是来看他这位新的得力部下做的手部缝合呀。林然，你当时是怎么缝的？说说步骤吧。是，第一根套圈缝线，我选在了肌腱近断背外侧8毫米处。锁入第一个套圈结以后，将套针纵行穿越肌腱，在远断端背外侧6毫米处出针。哦，以前看了些汤锦波汤法的现场操作，不管手术还是手功能评定，分数都能高10%到20%，但医生增加的负担可远不止1、2倍啊。但听他这么说下来，并没感觉到什么负担，反倒是显得更易懂了些。哎呀，老霍是喊我来找茬的，不是来听讲座的。这王海洋什么情况？王主任，是有什么问题吗？王主任，是有什么问题吗？没有，还问题？我能提什么问题？刚才都等于在听讲座了。老王，有啥说啥就行了。本就是抢救中进行的精细手术，现在找你手外大专家来会诊，不就是看看有没有遗漏的地方吗？这样啊。能把命救活，我们都满足了，现在还关心起手部功能来了，真是好医生啊。那咱们做个手功能评定吧。啊，病人醒了吗？现在能主动活动手部吗？刚清醒时，林医生就要求活动了，这是好还是不好？能动就是好。能动，5个手指都能动，但他现在还不能握拳，没关系吧？没关系，这个会慢慢恢复的。汤法缝合还是有些优势哈，病人这么快就能活动。
这到底什么情况？手外来挑刺的主任一个劲儿的夸凌然，这是走错了片场吗？小伙子呀，你缝的可真棒啊！谢谢。再活动活动每一根手指，给我看看呗。医生，怎么样？已经很厉害了，能动说明肌腱没事。接下来咱们再试下别的哈，做不了别强撑，手指虚握，做个指尖对捏，哎，指腹对捏，啊，侧捏。手部肌腱缝合的愈后最麻烦的是肌腱粘连和肌腱断裂。凌然用汤法缝合的患者愈后显然十分良好啊。几个测试下来，主任的表情怎么还变了？难道是什么地方做砸了？咱们这个缝合现在结果究竟怎么样呢？你们自己期望能恢复到什么程度啊？最起码要能生活自理吧。没问题，达到你们这个要求啊，绰绰有余了。哎呦，太好了！哦对，我跟着高兴个啥呀？这又不是我的手术。一个实习生竟然能把手术做成这样，说是让我来审查，实际是来做个认证吧？满满的套路啊！听说吧，咱们云华有第2个人做了汤法缝合，手外的王主任正在做评测呢。走，赶紧瞧瞧去。我一个手外的，这次还真是白白让你霍尔炮占了个大便宜。霍主任啊，这是手功能的评测表，咱们一起来确认一下吧。天哪，这是刚做完手术的分数吗？通常来说，肌腱的愈合需要很长时间，基本得术后16周才能出院，其中仅术后第1阶段就要持续大约3到4周的时间。患者现在这个成绩，一般是得术后3周才能获得的呀。林医生啊，我印象里汤法缝合是要对肌腱做一些修补的吧？是的，对肌腱的切削反而可以刺激肌腱生长，增强它的恢复能力。听到了没？手外的王主任喊林安什么？林安医生。主任居然这么正式的称呼某某为某医生，何况这个人还只是个实习生。能实操汤法的实习生啊，别说咱们云华了，全国也找不到几个吧。获得成就赞许，奖励初级宝箱。之前获得衷心感谢成就的时候，不是说病人的感谢才是最大褒奖吗？连同行的赞许也算吗？是的。还能有2个最大？中文语境中允许。你说行就行吧，反正我也不亏。来看看这次的宝箱吧。又是精力药剂啊！目前总共获得过8瓶精力药剂，用掉1瓶，还剩7瓶。西头，现在谁是整个云华汤法缝合最强的人？是你。不麻烦，和林医生一起，我才是那个要学习的才对，我会更加努力的。哦，对了，林医生，你后面具体需要哪些器械和人员安排，都可以先告诉我，我来负责写报告。我也没有太特别的要求。有需求一定要尽早提哦，现在不提，之后就更不好提了。还是等有病人出现的时候再具体安排吧。病人什么的，1天之内就会有了。真的要先安排病人吗？这么快？霍主任又找到合适的病人了？林医生还不知道吧？只区肌腱受伤的人，咱们医院每隔几天就能收到1个。你如果急着要的话，打电话给急诊中心，马上就能送患者上来。要是请霍主任亲自通知底下的区县医院，运气好的话，当天就能收到1例呢。原来如此。对了，助手怎么办？谁来给我做助手呢？是霍主任。啊？你不会是在逗我玩吧？怎么会？林医生，你没有主刀的资格，所以手术记录上是霍主任主刀，你做助手。等到操作的时候再换你来主刀。霍主任到时候估计会和你谈的，你可别说我已经告诉你了哦。主任事务繁忙，我主刀的时候让主任负责当助手可不现实，还是需要再找1名2助啊。你不说我也会给你安排的。
护主任，二柱的话就安排吕文斌给你吧，他刚刚规培结束，让他跟着你好好学学。哈哈哈，主任，你真的要让我给实习生打下手啊？这么说吧，我是主刀，林然是一柱，你是二柱，现在你能接受了吗？等我捋一捋啊。林然，吕文斌就交给你了啊，我先去联系病源了。啊？我主任，二柱嘛，看起来傻傻的，不过也没关系，只需要在手术中拉下钩而已，应该没什么大问题。霍主任刚走，林然就出去了，还让我们这个点就到练功房来，真是搞不懂那家伙在想些什么。林医生，你在里面吗？我们过来了。怎么到处都是猪脚？搞什么？啊，我买的，准备用猪后足驱肌腱做实验材料，咱们先配合一组试试。吓我一跳，我还以为进了屠宰场呢。我在拓指关节的位置把肌腱水平切断了，基本相当于掌指关节的2区屈肌腱损伤。我先缝一组给你看看。2区。看来带一名完全不懂汤法缝合的助手还是有些困难。看好了哈，肌腱横穿以后，就在对侧进针，刚好纵向穿回肌腱，近端打结。啊，这就是汤法缝合吗？打完结之后要注意，第2个套圈在掌侧中央锁入第1个套圈的结，然后再纵穿肌腱。这手法，我的天！我算是明白主任为什么要让我给他做助手了，他有这资格。仔细看，远端又可以打结了，选在掌侧中央比较好。他可是真的在教我，如果掌握之后，急诊科又将会是怎样的光景？既然想抢手外科的生意，就不可能只靠林然一个。他打响了第1枪，主任肯定还会想办法继续补充新力量。现在，我就是离这机会最近的人。加油，吕文斌，你可以的！晚饭好解决啊，这儿到处都是猪蹄儿，干脆就让我来炖猪蹄儿给大家吃吧。煮的时候记得拆线哦。OK。时间还很充裕，我们再来做几组吧。好的，你的操作我已经越来越看得懂了。都准备好了吗？准备好了。资料都看过了吧？有什么判断？典型的2区肌腱损伤，应该能有比较高的成功率。有信心是好事，但家属还在外面，在他们面前不要谈成功率。咱们私底下说说是没关系的。明白了。一般而言，没有人会认为自己是大样本下的小概率。为了避免家属出现相关的高概率心理，医生在患者家属面前都会尽量不谈成功率。没想到在场几个人里，现在看上去最紧张的，竟然是向来霸气十足的霍主任。该说的我都说完了，林然，你开始负责主刀吧。好的。这个位置不足以暴露出断口，看来还得再切一个口子才行。这小子吸什么气？又不是第1次做。之前都很成功的，怎么这次还有点打怵了？只是弄个切口而已，怎么这么办？这小伙子看上去远弱于外科医生的平均水平，霍主任究竟为什么让他来负责主刀呢 ？OK， 打开了。新手任务：为病人缝合屈肌腱，奖励切开持公式专精，限时10天。切开的专精技能来得正好，那我更得做到滴水不漏才行。林然这是在做直观阅读吗？外科医生大都喜欢目视操作，
看来林然也有了这个嗜好。糟了，开刀时的判断并不太准确，要做汤法缝合，还得要暴露多一点视野才行。我需要将切口再切大一点。切2次？林医生怎么会犯这种低级错误？不是吧？林然这家伙到底在搞什么？刚才那不是在直观阅读、目视操作吗？这小子，这种刀还得开2次，有点丢人了。患者肌腱已经断裂了接近20个小时，肌腱挫伤损伤基本不可避免，这必然会降低成功率和优良率，所以只能开一个大口子。以大师级技能来判断，现在暴露的又有点多了，但是手术却会因此而降低难度，提高容错率。可以了，你把皮往2边扯住。好的。这样可以吗？缝合屈肌腱的难度在于要同时保证它的强度与弹性。强度是在保证肌腱不再断裂，而弹性则是保证它的基础功能。两者失去其中任何一者，都是手术的失败。但我已经完全知道接下来该怎么做。显微眼镜，持针前。还好林医生没有再切口，马上就会顺利起来了。这个感觉才是以往的林医生。大师级汤法缝合，开始。我的天，空才那手忙脚乱、不知所措的样子，是林医生在活跃技术呢。原来现在这个样子，才是林医生真正的工作状态。操作比下午在练功房时还要厉害好几个档次。很好，这才是我认识的那个林然该有的水平。也得是这样，才值得我霍松君亲自从外面拉来病人吧。慢着，莫非下午在练功房时，林医生是为了让我了解步骤，故意简化了操作，而现在才是货真价实的汤法缝合。一定要仔细看，记住这些细节。怎么了？和下午缝猪脚时应该没差太多吧？没有。那就好。手术完成。手术很成功，真是太好了。今天跟着林医生真是受益匪浅。咱们接下来做什么？再做他个300粒汤法缝合，或者你还有什么绝招能传我？我吕文斌可不再是普通的贵备医了。现在嘛，你来教我写病历吧。你连病历都还不会写？你刚开始实习时没写过那玩意儿吗？没。那你都干了些啥？清创缝合、徒手止血，然后就是做汤法了。把外科医生该做的都做了吗？喂，不对，实习生该干的事儿你是一件都没干啊！那清创缝合后总写过简单的病历吧？写过几次。就几次？你案子不是挺多的吗？剩下的都是其他实习生帮忙写的。可不，实习生也有实习生打下手啊。这里跟刚才差不多。林医生，前一位病人可以轻度握拳了。什么？还写什么病历啊？走，看病人去。快！如何？水肿基本消退了，屈曲受限小于5度，手的力量能达到原本的75%，恢复得很不错了。谢谢医生，能正常生活，我们就已经谢天谢地了。成就，衷心感谢；奖励，初级宝箱。又有，系统你还挺大方的。没事，我就先走了哈。好，咱走。林然，你抓紧收拾一下，准备跟我去个饭局。周院长也来，有些事情要聊，你跟着听听。好的。今天到场的可都是云医的大佬，再检查检查，一定要注意细节。哎呀，姐，瞧个你紧张的，又不是第一次见。面对这些大佬，第几次见也不能怠慢，一会儿给我陪好他们，听到了吗？好。哟，周院长、霍主任，你们来啦！好久不见啊，谢经理。等等，这帅哥竟把我费尽心思才找到的公司门面甩了几条街，这么好的医药代表苗子，一定要把他给拿下。这位小哥，有兴趣做医药代表吗？谢经理啊，
怎么挖人都挖到我头上来了啊？不小心。你眼光还挺不错的。我介绍一下，这位是林医生，我们云华急诊科汤法项目的主刀。林医生，多多指教。你好。咱们别光站着了，快坐下聊吧。干杯！啊，对了，周院长，肌腱断裂必须要用的核磁共振吧？做汤法的病人那么多，每次都来往1级楼送，也怪不方便的。咱们是不是有必要自备一台核磁共振呀？姐，这么直接的吗？核磁共振仪就算是永磁的国产货，起步价也在300万往上了。进口的超导型的，中标价1000万或1500万都很正常。这种大家伙能卖掉1台，那绩效不得上天呐！你小子在那摸什么鱼？赶紧把氛围炒起来！姐这是要我配合？对，炒气氛，炒气氛。咱医院要是为了汤法买一台核磁共振，小林可真就出名了。买也是买给我们急诊科嘛。啊，现在急诊楼里连个核磁共振都没法做，很耽误事儿的啊。哟，老霍，你今天这是摆了道鸿门宴啊？干脆我直接给你买台 PET 呗。院长，您要是真能给我买台 PET， 我就把这瓶剑南秋给喝光。总共1瓶酒，你喝光了，人家小林喝什么？我差不多了，主任多喝点吧，我一会儿还要回去值班。林医生技术又好，又有责任心。老霍，你可真是给咱院捡到宝了。哎呀，周院长说的太对了，我就……小林完成了咱们云医急诊科的首例汤法，是件值得庆贺的事，医院应该支持。但核磁共振的经费实在太高，买一台合适的显微镜还是可以的。姐，是周院长不理我。主要是咱们院手外科的潘副主任已经做过汤法了，不然还真可以给你们好好加强一下设备。小林和潘主任是各自独立开展的汤法技术，只看首例的话，对我们急诊科太不公平了。别的医院想像小林这样开展汤法，得花多少精力啊？对，我听别的教授说，技术扩散就和播种种树差不多，一粒种子放到一家医院得几年时间才能长成树，要想再有资格播种，还得再要个10年8年的。林医生这种情况多难得啊！按你这么说，林医生可算是移栽的了。小林可是咱们医院土生土长的医生啊，他的汤法属于家传绝学。哪有家传的汤法？每年过年砍12根手指动起来，以后每个月练1根吗？一个人哪有12根手指啊？传你2根不就12根了？瞎接什么烂茬！请继续。咱们潘副主任3、4年前就经常邀请汤法的高手来医院开刀，他自己做医助跟着学。这回更离谱，又跑到日本进修。院长您自己算，和老潘比，小玲省下的钱是不是早值1台核磁共振了啊？最起码1间手术室和复健室得有了吧？是啊，现在请一次主刀，车接车送，住宿先不说，各种讨论会也不少钱，做一次的成本少说也2、3万了吧？潘主任的情况不一样，他也不是只做汤法，复健室跟手术室我赞成，但医院不可能只为你们一个科装修吧？我可不是一直想添手术室吗？我找老李一起提。汤法缝合肌腱，别说全国了，全世界范围都是先进的。我们这边先做起来，明年这个时候，周院长你再看我们急诊科的成绩。好，祝你们马到成功。谢谢。小林啊，咱们再喝一杯，今天就到这儿吧。好的，院长。酒还有剩下呢，我给大家炫一个。又出洋相呀，姐，我喝完了。这小伙子倒是真可以去做个核磁共振。是，一定找时间去做。林医生还没回来？刚到，在休息室。林医生，你可算回来了。有个阴囊破裂的病人。啊！快带我过去。
病人怎么没什么反应啊？他呀，吓坏了。哦，是有点吓人。根据你的观察，能够得到什么信息？右侧阴囊撕裂，睾丸外露，阴囊表面还有软组织内能见到明显的灰尘和细的碎石，创面到了鞘膜，但鞘膜应当是完整的。你来检查一下，把判断一项项说明出来。好。没见到合并伤，非线性的创口并有一定的污染。受伤是在公路上吗？有点不像。我刚才问过了，是在公园里玩滑板时弄伤的。不是有那么一个动作，跳到铁扶手上滑下来吗？结果你猜怎么着？人上去，滑板没上去。bingo， 整个人骑到铁扶手上了，还是那种有些生锈破损的铁扶手。那得考虑破伤风的可能，需要破伤风抗毒素。好在出血情况并不严重，就是精索那里不太好确定。不正常的话，首先就得考虑精索扭转了。什么精索小燕子的？我受了这么重的伤，你们还有空聊20多年前的电视剧啊？什么电视剧啊？你这家伙！郑医生，还需要什么药吗？算了，林然，你来给病人解释一下什么叫精索。精索是固定睾丸并输送营养的结构，包括动静脉、输精管、淋巴管、神经。如果这里出了问题，比如精索扭转之类的，就需要做手术来恢复。当然，也有可能要切除睾丸。出现这种情况的话，缝合也就没必要了。他还好，只是有点睾丸下降，并没有扭转，肯定是不用切除的。精创缝合吧。清创的时候注意别分离过度了。好。大夫，我的未来就交给你了。没问题。精创完毕，准备缝合了。专精脊间段垂直入式缝合，开始。这手法。缝合完成。完成任务，治疗病人，获得奖励，切开，持弓式专精。总算把之前这个任务完成了。有了这个技能，做主刀时切开的问题也解决了。那个病人只在留观室躺了1天就出院了，恢复得很快，多亏你缝得好。过奖了。以前缝过？在自家诊所。下沟诊所是吧？久仰大名。不过你们那儿哪来那么多囊破的病人啊？不是非要囊破才能练习垂直入式，给老人缝肚子也是可以的。林医生，该去查房了。王家说5号床的病人水肿已经消了。那郑医生，我先查房去了，下次再聊。好嘞，下次再向林医生请教。病人没什么问题吧？恢复得很好，只是瘢痕稍微有点多。哎呀，先不说这个了，这几天都没怎么跟林医生练习。手都快生了，今儿个有没有空一起练练手？没必要。明天还有一场手术，得养好精神。有这个时间养精神，不如多练几次切开。明天上手术的时候，至少不要再像上次那样难看嘛。难道林医生已经放弃了练切开？他要是做不来，交给我也不错。到时候连林医生也要向我讨教切开的技巧。患者李兴国，21岁，开放性伤口，食指和中指的屈肌腱断裂，其中中指的深浅屈肌腱全部断裂，病情比较复杂。了解。这个病人的难度可不比之前任何一例低呀。伤口又在无人区，这个范围内的肌腱分布过于密集。深浅肌腱都被束缚在狭小的腱鞘中，术后粘连严重，功能恢复不理想。深浅肌腱同时受伤，意味着它们各自的活性都增强了，粘连的概率也就更大。但这些都不是问题，在大师级的汤法缝合中，同时处理深浅肌腱只是基本。那就开始吧。汤法缝合2区肌腱断裂，给我笔。话还没说完，笔就到我手上了，配合好默契。看来王家是练过术中配合的。开始划线了。哎呀，本来想说由我来开刀，但切开通常是上级医生给下级医生的奖励，没有反过来的道理。况且总不能每次都帮林然切开吧，到最后还不是得他自己练出来。哎呀，
要不切开就让这个规培了2、3年的吕文斌来，自家放的羊也到了该挤奶剪毛的时候了。至少从上一次手术来看，这小子的表现很不错，对病人的预后也十分用心。主任好像在示意我，莫不是他担心林深的切开技术？林深能主动把切开的工作让给我最好，或者主任帮着说句话，直接下令让我来。按理说我不该奢望抢林深的活，但他之前切开时的问题那么大，昨天还不愿意练习，所以最有可能的情况就是他的切开技术上有缺陷，以至于自知不善而主动放弃了。拉紧。好，这么快就把线画好了，都不用仔细思考的吗？哎，林深这次选择的位置很不错。刀，切开，持弓式专精，开始。这种程度的刀口，简直是高级医生的开刀水平啊！前几天还得切2遍的林医生，怎么转眼间就成开刀高手了？哦，凌然，你最近练习了切开？是的。嚯，我总觉得自己见识的够多了，没想到还是不够看啊！要在今天之前，谁告诉我某某某勤学苦练3天就能熟练地掌握切开技术，我非得喷他一脸不可。那之前那场手术，凌然的切开是怎么回事？莫非是发挥失常？但那种手忙脚乱的样子，怎么看都不像是发挥失常啊！拉钩。林医生刚才这一手简直太秀了，而我之前竟然还在操心人家，想着要代替他做切开，真是惭愧啊！林医生，你这个进步速度，别人看了都会怀疑你是不是开了挂。别人怎么想有什么关系啊？医院需要的是什么？科室需要的是什么？科主任需要的是什么？不就是凌然这样的人才吗？对了，凌然，我听说你经常自己买猪蹄来练手。有买过。你现在还是实习生，1个月几百块的补助都不够买猪蹄的吧？练习的材料不应该让个人来承担。咱们急诊科暂时建不起练功房，但也应该酌情为医生们提供便利。大家说是不是？主任在 Q 我懂。是，主任说的是。报销猪蹄不好听，这样吧，你现在还没有执医证，你做主刀的手术，要么写我的名字，要么写吕文斌的名字。手术费先进我的卡上过一下，我再结算好转给你。你也不要推辞，劳务收入理所应当。是。啊，这就是会汤法缝合的林医生的待遇。汤法，我一定要尽快掌握。手术完成了。你相信系统的权威？我叫林然，是云华医学院的一名学生。突然有一天，身边出现了一个系统，在系统的新手大礼包中，我获得了普通人需要练习多年才能掌握的大师级对接缝合法。自此便开始了我的实习生涯。医院中来做手术的病人形形色色，我给社会人大哥缝过脑袋，给他手下的小弟们缝过纹身，在自家诊所给不慎切断手的面馆老板接过断手，还挑战过连续给整整1车病人做了缝合。从系统学得的徒手止血，让我帮助一位腹部破裂的病人顺利挨过手术，自此名声大噪，但也遭到了外界不小的质疑。好在我身边有着靠谱的上司，还有亲密的战友，帮我共度难关。在习得汤法缝合后，我更是经历了好多场艰难的手术，自此正式成为我们急诊科的一名主刀。无论今后还有什么样的困难在等着我，在医学的道路上，有系统的价值，我一定可以成为一名真正的大医。检查了一遍，医疗器械都没少，是不是可以回去了？吕文斌，记得关注病人的麻醉情况。主任您就放心吧，包在我身上。还是林医生好啊，一定要努力向林医生靠拢。淋浴简单冲一下就好了嘛，等得我都困了。嗨，周医生，你都不用工作的吗？怎么会啊，只是找人代班了而已。我今天可是来给你分钱的。手术费吗？说你木讷，我看你倒是挺精明的，
哼，给你的手术费本来是该给霍主任的，他让给你，你拿着就好，不用有什么压力。霍主任担心有误会，就专门找我来给你说明一下。嘿，咱们医院目前执行的是3级医院的收费标准，手术费是统一核定的，不能变更。一次分配由医院规定，2次分配由咱们科自己决定。比如你们今天做的手术编号是3315211014，咱们3级医院收1344，另外每增加1指是加210块，所以今天的总额就是1554元。一次分配到你们急诊科是777元，2次分配到主刀，也就是你这里是518元，明白了吗？明白了。现在我做一台汤法大概有518元。不是具体多少钱的事，而是你现在拿的是高年资主治的钱了，这才是重点。一台手术分500，那如果一天做3台，1个月岂不是能有45000块？哎呀，神经病啊！一个月做20台手术就够多了，30台能累死个人，谁家医生能一个月做90台手术啊？任务：历练汤法。单月每完成10台汤法手术，视为1次任务完成，奖励初级宝箱。刚想着要怎么做手术呢，任务来的正是时候。林然，你选一下病例吧。这是把我们科要用汤法做屈肌腱断裂的风放出去后，各地医院加上医药代表以及我一些老同事、老部下、老战友的回馈，我都要了。尽快安排他们过来吧。你不用害怕后面没有病人，当天选当天要治疗的就好。我对汤法的了解虽然不多，但还是依期缝合的比较有利吧。我做过的几例汤法，病人刚过24小时就能被动运动，而且指标全达标，可以说我已经完全掌握大师级的汤法缝合了。我不准备积攒病人，我希望今天能够将这5个病人都安排给我。啊，林然，你别开这种玩笑啊！一天5个，一天1个就够你折腾的了。我可以连续进行手术。老周给他讲了手术费之后，变得这么执着于手术量了，孩子不会是谈恋爱缺钱了吧？你要是缺钱用的话，我可以帮你。我不缺钱，可你现在最重要的还是磨练技术。不能因为赚手术费就磨练技术，不就是得靠手术量吗？唉，那就先挑2个，一个优先交给你来做，第2个如果你状态好，并且得到了充分休息，也交给你来做，否则我就直接转交给手外科。好的。霍主任，您来的正好。抱歉，刚开完会，耽搁了一会儿。手术进行的如何了？手术完成啊！您是来送第2个病人的吧？送是送来了，不过上次好歹也用了2个半小时，这次只用2个小时就做完了。缝合可不能图快啊！快让我检查一下。但我刚才什么都没说好了。第2个病人就在隔壁手术室。休息一下，我就带你们过去。好，主任，接下来交给我们2人就行了。啊。很好，这台比起上一台要更快，更好。剪刀。跟着林医生的时间也不短了，每次都还能学到新东西。第2台完成。这次连2个小时都不到，真是个怪物啊！林然，第3例病人应该很快就会送到了。我看你状态还不错，这例还想接着做吗？想，我想继续做。第1次3连台，跟着林医生果然还是能不断突破，挑战自我。3台手术，将近7个小时水米未进。甚至连个厕所都没上过，为什么林医生看起来却一点都不累啊？王佳，帮吕文斌擦下汗。好。
连续3台是不是有点扛不住了？怎么会呢？再坚持一下，马上就好。没问题。第3台总算结束了。王家，你是不是也快顶不住了？你在说什么呢？我可是能够紧跟林医生步伐的。什么？你晚上还想做？你这个手术瘾怎么比我年轻的时候还要大？今天你就是想做也没有病人了，等明天再说吧。那明天我要做舞台。舞台？明天要跟林医生一起做舞台的话，我得提前准备点东西了。那个，林医生，霍主任，我这里有些水果，你们不介意的话，就当做餐后点心吧。我也带了点家乡特产。2条咸鱼，这要怎么吃？红烧就可以了，炖花生也很好吃，还可以用茄子炖，用豆腐炖，用毛豆炖，五花肉炖出来的更好吃。你来找我不光是为了送吃的吧？可以的话，我想给您做助手，参加汤法的手术。您前几天做的汤法缝合，我都看了录像，我也可以做好助手的。而且汤法的时间那么长，我看吕文斌一个人都快累死了。说什么呢？我一点都不累。马爱林，等我快累死的时候再换你上吧。还不赶紧把这咸鱼……慢着，翠林老大的遗嘱，起码的自信我还是要有的。话说太狠了，就好像我在嫉妒马爱玲似的，那就不好看了。咸鱼，这咸鱼拿去炖猪蹄儿一定很好吃。咸鱼炖猪蹄儿，猪蹄儿又鲜又嫩，还有嚼劲儿。嘿嘿嘿嘿。都别争了，早点回去休息吧。明天你们可是有这舞台手术要做的。哎呀，好香啊！哎，文斌，你这早饭带的啥呀？怎么这么香啊？哼，太香了！我从昨天开始就没吃过饭了。巧了，我也是。猪蹄儿都是林医生你买的，赶紧来一个。早饭就吃得这么补，今天可是要做舞台汤法呢。哎呀，这也太好吃了吧！都是你自己卤的吗？对，我用了上次的老汤。上次我把肉捞干净后，又用纱网细细的过滤，剩下的汤就放进冰箱里了。昨天我拿出来接着炖猪蹄儿，又鲜又入味。下次用这汤煮鸡什么的也行，还可以炖排骨、炖蘑菇。下次炖点蘑菇吧啊！我年纪大了要防三高。弄素菜健康点，我现在就给你转账，不能次次都让凌然出钱啊！也给我炖只鸡，肘子，我要肘子，再卤点鸡爪、鸡翅之类的，还有鸡胗子，能买到吗？提醒我了，鸭翅，给我来点鸭翅。哎，什么？都记下来了吗？别给弄混了啊！别愣着呀，建个群，材料吕文斌你自己买，买好了拍照发图。谁点的就谁付钱，那就叫鲁医生群吧，方便又好记。好，我都记下了。周医生的蘑菇，黄医生的鸡，刘医生的肘子，胡医生的鸡爪、鸡翅、鸡胗子，还有钱医生的鸭翅。刚完成规培，回到本科室里，以这种鲁医生的人设开局，虽然不是很完美，但也还可以接受。差不多了吧？该准备上手术了。麻醉完成，状态稳定。父亲也已准备就绪。患者3根手指割伤，这可比单指的难度大多了。林医生马上就要进入可怕的状态了。不过我今天也是有备而来，穿上了纸尿裤，连上厕所的时间我都能省下来。这舞台手术，我们一定要打起精神。一切准备就绪，我要开始缝合了。好。辛苦了，大家休息一下，准备进行下一台吧。林医生，什么事？我连跟了好几天手术，昨天一口气做了3台，今天到现在又是3台，实在有点跟不动了。下一台转给别人跟可以吗？虽然护士的工作压力没有主刀医生大，但工作量还是不小的。王家还是器械护士，全神贯注起来，对体力和精力都是极大的挑战。当然可以。还有，又怎么了？接班的护士对汤法没有那么熟悉，你要做得慢一些。
不能像是跟我一组的时候做的那么快了。我知道了，刚开始的时候我会做慢一点的。累出黑眼圈，丑丑的样子被林医生看多了就完了。等回去先把黑眼圈睡下去，敷好面膜，化好妆，再来轮班吧。那我先走了。话说林医生，你都不累的吗？我还好，稍微歇一下就行。后面还有2台，尽量多积攒点体力吧。话说，怎么半天没听到吕文斌的声音了？啊？太累了就去休息。我不累，今天我肯定跟你一起看完舞台。你这个状态做不了下台手术的，趁着病人还没送到，你先去稍微睡一会儿，调好闹钟，估好时间回来就行。的确如此，读书的时候只要深度睡眠个10分钟，整个下午都是精神的。好的，林医生，你一定要等我。到时间了，继续手术。林医生，我来。你怎么睡了这么久？第5台都快要收尾了。哦，李文斌，你真够意思，昨天才说完，今天就换我上了。老马，你怎么偷我的家呀？林医生还在做手术呀，得赶紧回去帮忙了。刚休息完就迫不及待的回去找他。因为我跟林医生约好了。你不会是看上人家林医生了吧？不是你们想的那样了。那你倒是跟我们说说，究竟是哪样嘛？最后1台手术也顺利完成了。今天真是受益匪浅啊，辛苦林医生了。任务完成，奖励初级宝箱。打开宝箱，获得技能书，诊断学技能，体格检查专精。不是精密药剂，而是诊断学的专精技能。所谓体格检查，就是医生在体检时候做的操作，是用视、触、叩、听、嗅等方式判断受检者的身体状态，可以获得极多的信息，是诊断学的4大基础之一。将收集的信息进行分析，能发现很多疾病的发病及流行规律，对制定预防措施有很好的帮助，是一项重要的医学科研方法。哪怕就是天天待在手术室里的医生，也是需要一些诊断技巧的。师傅，去下钩。好。系统，我目前的体格检查技能排名如何？你所掌握的体格检查技能水平，云华市排名第1128名。进行20到30次正确的查体，则能向上晋升1位。无鼻炎、鼻息肉、鼻中隔偏曲、良恶性肿瘤及各副鼻窦的炎症。无毛囊炎、湿疹、皮炎、银屑病。无脊柱畸形、软组织慢性损伤、关节功能障碍。无肺炎、胸膜炎、支气管炎、心肌炎、心包炎、风心病、心脏瓣膜病变，无心律失常。这位客人看起来好像有点奇怪啊。到了。师傅，还要再往里面开一点。还要往里看？巷子里黑灯瞎火的，你这家伙看起来又有点特殊癖好的样子。不好意思啊，车子快没油，你下车自己走几步行吗？哦。对了，师傅，我还没给你钱呢。零钱。妈呀！你的手在那掏什么东西啊？死变态！什么跟什么嘛，真是个奇怪的司机。喂。林医生，今天的病床满员了，手术全部顺延到明天，你趁机好好休息1天吧。好的，不上班就帮诊所的病人做些检查吧，提升下技能等级。爸，今天我不上班，可以帮家里做些检查。什么？你咋不早说啊？早知道今天就不请苗医生过来了，一天可要500块呢。又说我什么坏话呢？小卢介绍的病人我都带来了，开始检查吧。苗医生，刚才林然说他也要帮着做检查。那小林，你就先负责那边排好队的病人吧。好，有这么多病人可以体检，真是太棒了。
在小玲医生那儿检查完了的，来我这边哈。系统，现在我的体格检查技能排名上升了没？刚才完成了18例体格检查，目前在云华市的排名为第1127名，较上次排名上升了1位。这么快就上升了？好，那个，我们也想做个体检。我这儿子是越来越成气候喽，得想办法宣传宣传，以后让上下沟的街坊邻居们都来家里做体检。小玲医生，忙了半天，你都累了吧？接下来的病人都交给我就行了。哦。我突然想起，刚才出门太急，厨房的火忘了关，我先回趟家哈。我家的也是。等等，果然今天就不该请你来。你长期伏案工作，有慢性胃炎，头颈没有问题，胸腹部的话，我们林医生真是太努力了，昨天也就休息了1天，今天又提前了几个小时过来。之前没条件做体格检查，现在有条件了就该补上。那你到了下班时间还有精力陪女朋友吗？我没女朋友，我的精力只会用来做手术。哎，林医生还没有女朋友？今天有几名可选的病人？到目前为止有3个。哦，3个我都要了，能不能再多联系几个？林医生，我来负责联系其他医院吧。您的汤法效果那么好，各大医院现在都很放心，把病人转诊到咱们这儿来。麻烦了，能联系几个算几个，越多越好。适量啊，林老大。对了，林医生，我刚看到新一期的危重病急救医学上有你的论文，内容实在太给力了。完成任务，完成1篇论文，奖励终极宝箱。终极宝箱，打开看看。获得经验书，3000次上肢解剖。3000次上肢解剖的经验，这就是上肢解剖的过程吗？那些单调、重复、了无生趣的解剖，带来的信息却如此充裕。3000次上肢解剖的经验，获得的难度应当与完美级的徒手止血相当，是一名医生穷极一生，全身心投入1辈子才能获得的知识。目前的技能有现在看着自己的手，脑中跳出的信息可以随之变成人体的掌骨、指骨、鱼际肌群、丘状肌、弯掌侧横纹、掌远纹。林医生，你在给自己看手相吗？我在想手部解剖图。虽然是男神，但是这种话真的好变态啊！让人家怎么和你聊天嘛？你看什么都好，帮我也看看呗。好，正好和别人的手比较一下，腕背侧横纹不太明显，掌骨比正常人略小。我这是不是跟林医生牵手了？王家的手未发现特殊情况，没什么值得研究的。你为什么叹气啊？之前发现你的小拇指比较短，怀疑有中节短小，刚才一摸，果然还达不到标准。林医生，你这样说我真的好吗？信不信把你也咬成中节短小？林医生，手术安排好了。对，第1台，单指撕裂伤。好了，准备进行伸指功能重建术。收到。人手掌一侧的皮肤更坚韧，在鱼际处会变薄，掌心和小鱼际处又会变厚。落刀要想只割破皮肤，要根据下刀的位置灵活调整。那3000例的经验在手术中竟有这种效果。今天的林医生下刀特别顺啊。确实。怎么感觉林医生自己也很意外的样子？我带了妇幼保健院的白主任来考察，你们做你们的，不要分心啊。这位主刀就是你天天挂在嘴边的小林吧？我倒要看看你霍总军吹的牛究竟有几斤几两。
好看看吧，这就是我们云医急诊科的汤法缝合了，绝对是目前针对无人区的最佳缝合方法。吕文斌，剪线吧，手术完成了。OK。哦，这就做完了？怎么白主任刚过来就做完了？下一场手术是什么时候？安排在哪儿？啊，病人已经到了，正在做术前准备，在2号手术室里。林医生，下一台你是现在做，还是歇一会儿再做？2号手术室的病人是个单指撕裂伤吧，现在就可以做，不过估计也就30分钟左右就能完成了，可以提前把第3台也给安排好。哦，真牛！30分钟就能完成无人区的单指撕裂伤缝合。霍主任，您可是准备了场大戏呀！当然了，作为我们的外援，您几位肯定是要多看几场精彩的，彻底了解下我们急诊科的实力，后面才好办事嘛。喂，看到了没？那家伙的手速！啊，第1场的时候，我还以为是自己眼花了。30分钟完成单指撕裂手术，本来还以为是一句玩笑话，没想到这家伙是真有动静。普通经腱吻合术与汤法的最大区别，在于缝合的强度不同。普通肌腱吻合术中，以开塞勒法为例，是一根线穿入一端的肌腱，同时再穿入另一端的肌腱，相互拉紧，从而将肌腱连到一起。汤法则是3股线。而且为了不过度损伤肌腱，3股线的牵拉还有讲究，所以汤法需要花费的时间至少是开塞勒法的3倍，强度也是3倍以上。如果不是在无人区，30分钟确实能做完单指撕裂的缝合。熟练的医生也许还绰绰有余，但在无人区做汤法，能在1个小时内完成都算快的了。考虑术中意外的可能，预估1个半到2小时都属正常。剪刀，检查一下，然后就数纱布吧。好的。什么？又做完了？这还不到半个小时呢。老霍，这林医生还有这患者，不会是你请来的特型演员在演戏吧？什么演戏？要是演戏的话，我把手术台上的东西全给吃了。林然，你确定做完了？是的。预计30分钟，实际用时21分钟。老霍，第3场准备好了吗？怎么了？1次快不代表次次快，对吧？万一这次只是巧合呢？我觉得还需要再看看。林然，你还能继续做吧？可以，下一场的缝合就交给吕文斌来吧。好的，没问题。走，去3号手术室。天哪，这……普通的医生拿一根肌腱出来，为了得到服从性更好的肌腱，都会做足准备，有的甚至会做20-30分钟的准备。为什么这凌然连想都不想，直接就出？真的不对，凌然是在拿到那根肌腱的同时，就将肌腱摆好了位置，并使之调整到最佳状态。这家伙也太可怕了吧！这是先天手术圣体吗？白主任，你发现没有？手术到现在已经进行的差不多了，但用时却只有10几分钟而已。才17分钟！我勒个豆啊！老霍，明天的会让这个让这位林医生也来参加吧。他还有点不够资格吧？不够资格？他这技术早就绰绰有余了，好吗？参会的年轻女医生那么多，凌然又是个帅哥，这么优秀的小伙子，你不能整天把他关在手术室里吧？手术完成了。既然老白你也这么说的话，那明天咱们就带他上个新舞台吧。啊？咦，这次的云华急诊国际医学论坛怎么还请了个明星过来？您好，海报上的都是从事急诊医学的医生，您说的是这位吧？这位医生姓林，来自于云华医院的急诊科。哦，这么年轻，应该是云医急诊科的新人吧？是的，但这位医生早已晋升为主刀，目前为止都已经完成了几十例的汤法了。而且听说他还是云华急诊科霍从军霍主任的徒弟呢。
姐，你看我刚发给你的照片，咱大侄女不是要求高吗？你问她这样的行不行？这小伙子可是个明星医生，要是行的话，就快来温德姆酒店。快啊，晚了就没了。今年昌西省提出急诊中心的试点，各家医院都想抢个头羹汤。急诊中心作为更专业、更庞大的急诊机构，建成后编制不会少，经费更不会少。也就是说，这也是我们公司的重大机会，所以今年的论坛必须好好操办。喂，姐，现在多少人了？得有160人了。副主任以上的医生有多少？30个左右，主治来了80个。这点人数只能算勉强及格，还需要再努力拉点人才行啊。谢经理，谢经理，宣传册不够用了。宣传册不够就去仓库拿啊，让酒店的人帮你们。给那么多钱，不是让他们站着一动不动的。不是，那个就连仓库里的宣传册也全发光了，因为一下子来了好多位女医生，都在拿着宣传册看云华的那位新人林医生呢。什么？仓库里的宣传册都有300多本啊，全发完了。这林医生一个人，比我们整个公司的组织宣传部还顶用啊。省肿瘤医院的8姐。喂，姐。小谢啊，我刚听说你们今年在温德姆酒店搞了个咱医疗界的相亲会。你们这个主意好啊，比什么相亲角有意思多了。现在的年轻人参加相亲都不自在，不如像这样借着开会的东风。不说了啊，小谢，我马上带我闺女过来。啊，这到底唱的是哪出？林医生，霍主任要下午才能过来，他是演讲嘉宾，事情比较多，您可以先吃点东西垫垫肚子。好的。看对面那个男生，哇，像明星。请问是林医生吗？我是省儿童医院急诊科的主任毛焕秋，之前看过你徒手止血的视频，想问问你是从哪里学来的技术？知道你是今天相亲会的抢手货，阿姨我可是做足了功课才来的。我是在家里诊所学的。哦，你家里是开诊所的，现在生意怎么样？还好。是你父亲开的诊所？是。那他也是医生？不是。你家里几口人啊？有没有兄弟姐妹？怎么还查起我户口来了？小一，快过来。林医生，你年龄和我女儿差不多，能不能分享一些工作经验啊？我家小一啊，今年刚从昌西大学毕业，傻乎乎的，也不知道是该参加工作还是继续考研。你们都是年轻人，一起聊聊哈。可恶啊，被抢先了。先下手为强，懂吗？再说了，我可是儿童医院的高管，老公又是上市公司的总裁，女儿貌美如花，名校毕业。像林医生这种好女婿，当然是花落我家了。有了乘龙快婿，人生也就圆满了。接下来，小两口最好能生一对龙凤胎，乖一点，好看一点。哥哥嘛，以后从政从商，做金融都好，就别做医生了。妹妹喜欢做什么就做什么，到时候啊，再找个医生女婿也不错。完美，简直太完美了。林医生，你也来参加论坛了？哪里来的不懂事的女人？没看我家小姨正和林医生聊着吗？这么不要脸，当面勾引我家女婿。好久不见呀。好久不见。这位姑娘，你哪个医院的？我是金鹿健康服务有限公司的卢金玲。老太太，你也和林然认识？老太太，想不到这届论坛的门槛会这么低，连救护车公司也能来参加了。这小老太太是要发飙。在我家的水产店里帮忙时，我 PK 过最多的就是那些中年妇女，还有小老太太了。更何况今天我手里还有张王炸牌。这可是云华急诊国际医学论坛，是昌西省的知名学术论坛。你一救护车公司，干嘛来应凑热闹？我知道这个是学术论坛，也清楚我们公司是做医疗设施的。但是嘛，但是什么？但是我们公司可是这届论坛的赞助商哦。什么？赞助商？在林然面前，我可不能输。再拿点吃的去吧。
昨天做完手术到现在，中间就吃了顿早餐，是真有点饿了。林医生喜欢甜食啊？只是有点饿了。那您吃点这个猪肉脯吧，这个更垫肚子一点。谢。林医生，你今天会演讲吗？我听说您最近做了许多例手指无人区的缝合呢。我今天不演讲，我只是跟着主任来参加论坛的。这样啊，林医生是云医急诊科的吧？霍主任我见过几次，是不是特别严肃的一个人？他很严谨。下身是白耳半裙，上身是箍给 T 恤，一身战袍是吧？林医生说话也很严谨呢，我回去跟我们主任说说，这次投票一定要支持你们云医。多谢。我们12院这次有3个委员的名额呢，林医生。厉害厉害。啊，这亮出了贝壳粒的项链，这是在对我宣战。妹妹，凡事都要讲究个先来后到哦。又不是谁先来谁就是姐姐，爱情这种事可不分先后的。小姨，我们走。哎，对了，灵儿哪去了？刚才不还在这儿吗？先吃我的，先吃我的！真是的，稍不留神就招蜂引蝶了，真是一刻也大意不得。你怎么过来也不跟我说一声啊？这说话的口气像是跟林医生特别熟。林医生，尝尝这个吧。是我赢了，林然同事让排行榜我才是第一。切，有什么好得意的？对林然的称呼不也是林医生吗？又不是阿然宝子亲爱的，看来大家的情况都差不多嘛。既然如此，我们也要继续进攻了。林医生，来一块鳗鱼寿司吧。这个提拉米苏也很好吃的。这么不讲武德，那我也不能示弱了。林然，来牛柳酸瓜卷。林医生，吃哈密瓜，鱼子酱，3文一串。我吃不下了。不行，吃。老霍，你这次专门找了个小鲜肉来拉票是吧？这可是不正当竞争啊！桥本教授钻研手部无人区的治疗多年，平时工作特别忙，手术安排很多。我可是费了好大力气才说动他来我院的，希望在接下来的几天里，大家能多多交流，互相促进。欢迎欢迎！我听说贵院急诊科有一名年轻的医生，最近完成了数10例烫发缝合，能让我解释一下吗？这是要在花儿炮头上动土啊！桥本先生想看急诊科的手术的话，我可以代为安排。橋本先生は救急科の手術を見ていなら。不，我想先看看做过手术的患者，手术的结果更能说明手术的过程。急诊科与我们手外科互不相通，我们没办法去急诊科查房。不用去查房，我们可以请几个病人过来，在手外给他们做检查。老潘，你可不要搞事啊！哼，我出国的这段时间，霍从军没少出风头嘛。要搞事也是他急诊科先搞的，他们要搞，那我潘华也不是吃素的。虽然不知道你们在争执些什么，但我要明确地告诉你们，你们之前的做法是在败坏无人区极简缝合的名声。你这话是什么意思？在我们那里，进行一次手部无人区的极简缝合，需要经过很长时间的讨论才能决定，而你们竟然贸然进行了数10例，我很不看好。你们这里这样很不健康，完全是错误的发展方式，应该采取少而精的策略，不能为了手术而手术。桥本先生，我们两边的情况不同，我们有着大量的病人需要手术，并不是我们想不做就能不做的。如果排队手术的人太多，就应该优化掉一些类似深肌腱缝合或是有眼影的患者，将他们进行截肢。
只给高成功率的患者安排缝合手术。可是治病救人就是要给人机会。如果患者能保证禁烟，并且还有缝合的要求，我们就应该给他们起码的机会。戒烟很难，让患者服从更难。在我们讨论医者仁心这个伟大的课题前，还是让我先看看你们院做好的无人区烫发手术吧。病人都叫过来了。都在这里了。そうか。在我看来，这些患者至少有一半都无法恢复完整的手部功能。什么？不会吧？之前林医生可是说……所以说你们院还是得符合世界趋势，提高截肢率，才更能提高患者的满意度。荒谬！肢体完整对于患者来说，重要性完全不亚于功能性。我们截肢率低，又不代表我们成功率低。你连测试都还没做，就这么粗暴的下结论？潘局，这些都是那位急诊科的年轻医生做过的手术病人吗？这里只有2位急诊科的病人，其他的都是我们手外的。让我猜猜，哪位会是急诊科的病人呢？首先排除这2人。如果我猜的没错，应该是有位和潘军技术相当的高手为他俩做的手术，是金希主任吧？那你その顔はまさか私が間違えたのか？怎么，不是金希主任做的手术吗？那2个人都是那位急诊科的年轻主刀医生林然进行的手术。我想他要是听到您的评价，应该会很高兴。笑われるなんて、早く対面を取り戻さなきゃ。潘局，现在可以为他们做一次测试吗？您是说精子翼法？所谓精子翼法，是指日本人金子翼所发明的手及上肢动作的检查法。能控制越小的东西，说明恢复的越好。1. 将大球依次挨个从一边换到另一边。2. 将中球依次挨个从一边换到另一边。3. 将大木方依次挨个从一边换到另一边。4. 将中木方依次挨个从一边换到另一边。5. 将……是这样吗？连最小的棍子都能控制自如，这评分起码是优良以上啊！让我们为了昌西的急诊事业共同干一杯！今年咱们主任的演讲，拉人头是最轻松的一次了。为什么？你的那些小迷妹嘛，帮了我们大忙喽！一会儿等主任下台后，咱们赶紧回趟医院。手外的潘主任回来了，还带了一个日本教授，准是要找咱们的麻烦。霍主任，林医生，你们回来了。他就是林医生，急诊科那个年轻的主刀，就是这小鬼，有着比潘军和金希主任还要强的技术。面白い。私がちゃんと教えてやろう。桥本先生，正式介绍一下，这位就是林然，林医生。有的医院每年都会营销出来几个帅气的明星医生，大部分都是假的，只是为了明星效应所带来的利益。打造明星医生，使之成为业界名人，在病人生病时就会第一时间想到他们。凭云华的医疗水平，也就只能像这样推个偶像外形的家伙炒炒技术话题，让医院的名声涨起来，从而成为地区强院。好你个潘军，一切都是你设计好的，对吧？过去几个月里提起云华就生气，只是在我面前装装样子罢了，为的是以此来勾引我出面，帮他争取利益，再用云华的这位年轻明星医生来把我给征服，将这件事拿出去大书特书一番，云华医院要的宣传效果就达到了。
俺はそんなにいじめやすい人か。哈哈哈哈哈！有机会的话，真想亲眼看看林医生做的烫发缝合呢。被我一击就击中命门了吧？你之前的手术应该是别人代做的，所以一听到现场做，马上就慌了。不看。桥本这是什么眼神？难道是在怀疑我？我怎么可能跟急诊科的那群家伙一伙？霍主任，那就安排林医生做一场近期的手术，可以吧？嗨，桥本先生想要看手术，有的是机会。等老霍安排出了具体的时间，再行通知您吧。但桥本先生的时间很紧张，得尽快确定下来才行。毕竟接下来的行程里还有去省立以及278医院。我之前听说林医生每天都要做好几场手术，随便哪场都可以，怎么还要另行安排呢？没错，就是这样。如果能尽快安排，就万分感谢了。老霍，你看现在要怎么打发他？桥本教授怎么说也是业界名人，他都这样了，还拒绝他，就太不给面子了。答应的话，就怕林然临场出现失误，毕竟他还是太年轻了，在遇到巨大压力的时候，未必能像资深主刀一样处理自如。我理解桥本先生想看林然手术的心情，只是现在并没有合适的病人。主任是怕林然现场出意外，没有病人也没关系啊。我们有林医生以前做手术的录像，看录像可以吗？对，我们有录像。还是老周这老小子脑子活泛。Video 噶。吕文斌，你来简单做下介绍吧。好，现在看到的这位患者是单指撕裂伤。哦，这个患者就是你们刚才做测试的那位啊？是他本人，操作并没有问题，甚至还格外标准。从数据上看，手术可是完全在主刀的掌控之中。这小子是真有点东西。这个器械护士看上去还挺漂亮的嘛，这颜值都能当爱豆了。我们院的护士怎么就全是大妈呢？那护士说了些什么？你们当时是在干嘛？这可是在手术中啊！你们……哦，他说他要蹭一下汗。蹭汗？可以这样蹭汗的吗？不能亚马逊。不可能，不可能！啊，马吉斯卡莱塔，我说潘娟，你已经来来回回、反反复复的看了好几个小时了，到底有什么不可能的？不可能啊！你不觉得林然的手法完美到有些假吗？可恶！我一定要找到这家伙的破绽。身为钻研过汤法的专家，林然每次的决策我也都能猜出个7、8成。拉近打结是为了预防术后错位。这里缝合的旋点特地偏移了些，是上侧，有很多都是没有丰富经验的医生根本不可能发现的小细节。这家伙偶尔也会遇到新问题，不得不采取新措施来解决或规避。可每当遇到这种情况后，他的水平又会立马提高。如果不是看了这么多遍录像，真不敢相信会有这种天才。虽然很不愿意承认，但我潘华在汤法上可能真的没有他厉害。If it looks like a duck, swims like a duck, and quacks like a duck, it's a duck。西方经典的鸭子测试是一种经验主义的归纳与总结。那如果一名医生的手术操作比你娴熟，术中判断比你准确，他的病人愈后比你良好，他就是名比你更好的医生。原本云华汤法的专家只有我一人，现在多了个林然，就必然会抢病源。
元修中途回国，就是怕他汤法做太多，会将我彻底击走。现在看来，还是回来的晚了。我想在国内逗留一段时间，延迟进修，可以吗？我理解你的想法，我遇到相同的情况也会慌张，但慌张便会使人犯错。犯错？你是想留在云华医院和他竞争，对吧？我终究还是要回来的，得为以后做些准备。所以说你错了，想必你也看出来了。现在的你在趋吉剑缝合上与凌然有不小的差距，那你留下的意义在哪里呢？不仅竞争不过，还可能被凌然给越甩越远。现在你最好的选择，就是在这3天的行程结束后，赶紧跟我回日本继续进修，学习新的技术，提高现有水平，再回到云华，以绝对的实力来测不起夸死凌然。在这3天里，我跟着桥本在昌西骨科医院中做了台高难度的髋关节置换术，得到了专家们的一致赞誉。以庆应艺术大学医院桥本副教授的医助身份参与这台手术，虽然不那么光彩，但至少和昌西省危机的人混了个脸熟。真是充实的3天啊，真让人心情愉快。做医生建立人脉也很重要，只会个汤法，充其量就算个厉害的专门医生罢了。凌然，权且再让你威风几天，明天我就继续回日本进修了。你们给我把数算好，看看我不在的时候，急诊那边又抢了多少病人。主任放心，等您进修完回来，看他们还拿什么抢。对了，凌然这3天又做了多少例屈肌腱缝合？那个大概有24例吧。哦，正常主刀1天4例都很勉强，爆肝一下也就5、6例，平均1天8例，这还是人吗？之前他也是1天4、5例，可这短短3天他就又进了一大步，这成长速度简直恐怖如斯啊！他现在在做手术吗？潘主任，剪刀、血管钳，还有纱布。果然，手法比起录像里又精进了一些，甚至连组员之间的配合也变得更加默契了。急诊有这种团队在，哪怕只是松一口气，我们手外科都会输得一败涂地。看来不只是我，整个手外的人都得拼命向前了。然在以每天缝合10到15根手指的速度，不断刷新着他的手术量。汤法历练任务怎么开出来的全是精力药剂？这宝箱品质有所下滑啊！连着开了10次，差不多算个10连抽了，竟然一件稀有物品都没有。系统，你这有点不地道啊！手术有点做累了，休息一阵，等会儿再做下一场吧。林医生，你还好吧？都已经累得直接往地上坐了吗？我没事。你们最近做手术都是连轴转的，林医生中途休息过没？怎么可能有休息啊？我和马艳玲患者当助手都忙不过来，卤好的猪蹄子都没空吃呢。林医生这样应该不会生病吧？可他病了的话，小姨教的煲汤技巧就有用武之地了。新任务：治疗病人，完成2次徒手止血，降低出血量1500cc，奖励初级宝箱。哦，是徒手止血相关的任务。既然来了新任务，那么就让我来想办法完成一下吧。我这里先暂停下后续的转诊。好的。降低出血量1500cc，也就是1.5升，这可不是一个小数字。用可乐瓶子装的话，就连1.25升的中瓶都装不下。流这么多血的病人来医院后，第一时间肯定会送到抢救室。都过了2个小时了，受外伤的患者并不多，出血量很低，要用上徒手止血的更是一个都没有。
哥，林然，你杵在这里干嘛？再等个手术。别等了，我这边有几个棘手的病人已经在送来的路上了，赶紧来帮忙。一场手术是从肛门里取出一根骨头啊，另一场手术是从前列腺里取出一枚钉子啊。哎，这些等你上班久一点后就见怪不怪了。情况最紧急的那名患者马上就要到了，不过这是给一例所有药品都无效后的重症患者进行的安慰性心腹复苏。人送过来时，心跳已经停止6分钟了，30分钟了，停吧。我还可以的。我说停。林然，林然。相比其他科室，急诊科更容易遇上患者死亡。我早就知道的，但第一次别想太多，生老病死人之常情，医生只是个把门的，拆回去一个都算运气好了，不可能直接把门给堵上。刚才要是你代替我做心肺复苏的话，不会有任何区别。心跳停止已经6分钟了，哪怕1/1000的几率救活，也会是植物人。刚才你做的心肺复苏没有任何问题，换我来也是同样的结果。林然，你知道为什么霍主任经常说先救命再治病？为什么？因为很多命啊是救不回来的。哎呀，行了，下班跟我去邵家馆子喝一杯，再回去睡觉。可是医院规定外科医生不适合。就今天一天，让所有规矩都见鬼去吧！啊！反正老子今天就要死了，死之前得拉起来垫被子才不亏啊！邵老板，接客喽！哎呀，老周来了，你这个调调可太有辨识度喽。不过你可是有阵子没来了呀。嗨，还不是因为最近太忙了。这是我的同事林然，林医生。你好。年轻有为，年轻有为啊！袁少剑，既然你是老周的朋友，这卡给你，以后来咱们邵家馆子都打7折。谢谢。那你们还是坐那儿吧，老周的老地方，敞亮。要不怎么说你懂我呢？哎呀，那还是老样子，大份的，再来上一瓶剑南秋。哎，得嘞，两位稍等片刻哈。这位邵老板看上去似乎身体不大好。嚯，真不愧是你小子啊，这就看出来了啊。没错，他也是咱们院的病人。这老小子出生就有先天性心脏病，是在咱们院治的。小学时因为跳高摔断了脚踝，在咱院做了钢板内固定。青年时跟人酒后斗殴，在咱院摘了颗肾，还是咱院肾脏科第1例摘除手术呢。到了中年啊，因为他那风湿性关节炎，在风湿疼痛科那儿更是常客。咱院核磁共振设备调好的第1周，就给他发现了1颗瘤，还好是良性啊。不止如此，他还得过阑尾炎，因为动脉硬化搭过支架，还有肝囊肿、胆结石。这是什么先天得病圣体吗？你还真别说，虽然老邵他得的病多，但人家心态是真的牛。生病了就住院看病，出院后再继续开店赚钱。牛肚来喽！老周，你又跟人家说我坏话呢啊？夸你呢好不好？真的是，快吃快吃！哎，快跑，有个分子！老子活不了，你们也别想活！站住，把刀放下！你这是犯法，都是你自找的，别跑！周医生，我们快去帮忙！我也去。我们是云华医院的医生。那边还有一个受伤的青年。哎，好，我去那边。邵老板，麻烦去帮我拿瓶高度白酒来。要消毒，用碘伏吧，那个效果更好。我去拿医药箱，马上回来。来了来了，林医生，您看，邵老板奇怪的体质和经历在这里帮了大忙呢。
伤口在腹腔之内，无法看清，只能先保守处理了。急诊科医生在不清楚创伤的具体情况前，一般会先大量的使用耗材，以求减小病人的感染几率。这也是最适合未经训练的普通人的紧急处置方案。正常来讲，内出血很难控制，又很危险，按压本身也有可能造成2次损伤。医生只能祈祷自己的运气够好，避开了重要部位。但对于我来说，这些都不是问题。专精级体格检查，启动。那个，要不林医生是周医生的同事，周医生是急诊科的，林医生也是急诊科的吧？既然是云一急诊科的医生，那就肯定没问题了。对，云一，送我去云一吧。还去云一干嘛？就算去云一，也还是林医生跟周医生来处理。现在你连救护车运送的时间都省下了，岂不是更安全？可是这位林医生，他就只是在看啊，除了看，其他啥都不干。我真得去云一，得找其他能处理伤口的医生才行。伤情鉴定结果为脾脏真性破裂。糟了，不能再继续耽搁了。天哪，他在干什么？林医生，快松手啊！会捏坏的。捏住脾地，这样脾脏的大出血就会停了。不对，你们看，伤口的血止住了。真的耶！我的天，这个林医生好厉害呀！邵老板，林医生，咋了？我们这边正忙着呢。那个周医生说他的伤者血止不住，得开肚子了，让林医生赶紧过去帮忙。好，我这就过去。邵老板，麻烦你找一辆能装人的车，把我和这位患者一起送过去。都要开肚子了，还不叫救护车吗？也太不科学了。你懂啥？这医生简直神了，还要啥救护车呀？林医生，现在能找到的就只有这种车了。足够了，快把患者搬上去，时间紧迫，没空挑3拣4的。我也来帮忙。慢点，慢点。周医生就在那边，怎么快？大家稳一点，尽量避免2次伤害。手要随着平板车的颠簸而微调，才能控制住出血量。周医生肯定是找不到出血点，才需要我帮忙。如果他那边的病人跟眼前这位一个情况，时间应该快要不够了。薛老板，林然怎么还没来？已经去叫了，应该快了。没事儿，别着急，只是捅了1刀而已。我见过被捅的多了，医生火花一缝，2天就可以出院了。既然现在这么个疗法，这青年挺不了几分钟啊。这个时候还要他分析来安慰我这个医生，可恶！喂，医生，你让他自己压着伤口就好了嘛，快过来给我们包扎一下。你的伤口我刚才已经看过了啊，没什么大碍。我现在根本松不开手，一松手就会出事的。你想办法自己处理一下吧。上次我大哥住院，请我们吃病房里的橘子，那橘子越吃越多，最后医生把我们赶出院了。开始说这种胡话了，已经到弥留之际了吗？再不想想办法，恐怕就真要来不及了。金老板，把你店里最干净锋利的刀拿给我，再拿2瓶高度白酒，2条新的白毛巾，快！好。老周，你要的东西拿来了，有这些就没事了吧？哎，没事啊，怎么可能没事啊？现在的情况，不开腹压根就不知道该如何执行。真要在这种地方开腹，那就真是烂事上身了。这孩子的家里人若是通情达理不找事还好，否则的话，就是不死也要脱层皮呀！该死！老周，都什么时候了，还在想着责任划分？你可是个医生啊！没时间了，赶紧动手吧！薛老板，把酒拧开给我，我要给患者消毒。哦，好，2瓶酒进价1000多块，这个钱算我出的。别说咱老薛见死不救，我就这么大本事了。薛老板请请。把那瓶也打开备用吧。好。准备开腹了。周医生，等等，剩下的白酒留给我洗手。凌然，你总算来了。这边的病人必须马上开刀。好，先把病人搬到一起吧，我这边还不能松手。
病人肝被伤到，失血量较大，所以休克了，得抓紧了。帮我洗手。周医生，压住了，现在的情况可非同寻常。放心，来吧，咱们在急诊室里什么大风大浪没见过啊？哎，看到没有？看到没有？施工时开刀，高手啊！看着呢，看着呢。我从这医生来这边开始，就一直在录像了。如果可以双手操作的话，这样的刀口已经足够了，缝合的时候也更方便。但我现在只能单手，并且时间不足，只能怎么方便怎么来了。周医生，赶快用剩下的白酒帮我洗手。好，可以了。我的天，本以为凌然开刀只是为了寻找出血点，结果竟然是要同时进行双手的徒手止血。大家快看，这医生简直天秀啊！我愿称他为最强。真的好帅啊！这名伤者的伤口相对更深，刀口也更窄更细。如果直接做徒手止血的话，手是根本插不进去的呀。难怪凌然会选择开那么大的刀口。以现在的姿势，无数眼单手搜寻肝脏还真有点困难。不对，快来几个人帮忙按住！来了。好，找到了，这样就能将血止住了。凌然这小子已经累到汗如雨下了，累成这样也正常。毕竟他现在的操作简直就是在挑战极限。周医生啊，救护车叫过了吧？啊，早叫过了，不知为什么还没到，我再打电话催催。再完美的徒手止血，也只能够延缓失血速度，该有的治疗还是不能少的，得赶紧把人送到医院里才行。会不会是因为整条街都是占道经营的，救护车来了也不好进？谁有后座宽敞一点的车？现在就得送病人去医院了，再等下去肯定来不及。坐我的车吧，就在那边。病人就交给你们了。好。腹腔手术，好想参与啊，但我目前的状态实在是太差了，2条胳膊支棱太久，已经抬不起来，哪怕是经虑药剂也没用。现在的我，只是做个简单的拉钩，估计都没办法完成。我明天想休息1天。我这就给你备注上去，安心休息吧。算了，还是半天吧。明天如果有病人的话，就安排到下午。好像也不行，如果凌晨就有病人来，却要等到下午，有点不太合适。人总要休息的。林医生，你今天做